嘿，谁知道那小伙子也随之瘫软下去了，没多久也断气了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张家豆腐坊的新媳妇人在哪里？我娘子怀有身孕，她过来找郎中把脉的。她说一进门就看到那小伙计在行凶杀人，然后受到惊吓就回家了。他是第一现场见证人，我们有问题需要问他，让他过来一趟。还不快去！没多久，张晨文就把江明慧给带来了。你就是第一目击者？是。你不用害怕，把你看到的情况跟我说一遍。好，我不舒服过来找郎中给我把脉，来的时候郎中不在，只有小伙计在干活，我就在屋里等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郎中才回来。我想让他先给我把脉，他说让我等一会儿，他就去了药柜那边抓药，然后突然就倒在地上了。小伙计看到过去把他抱了起来，然后把他抱到了病床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小伙计突然就像中了邪一样，从地上捞起板凳就往郎中的脑袋上砸。我被吓坏了，就跑了出来，正好碰到两个人经过，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他们出现之前，你没发现什么异常吗？没有，郎中是在配药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的，他当时手里还端着秤盘，秤盘里的药好像都洒在了他脸上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些事还会再找你，你要配合随叫随到。好，我一定配合。张晨文带着江明慧离开之后，又询问了其他人，有人证实看到江明慧确实在里面待了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，老郎中才回来。之后官府的人便把两具尸体抬走了，人群散开，张秋云跟着父亲往家走。爹，您说江明慧跟老郎中的死有没有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这件事就是他做的。我也这样觉得，他很可能是感觉到了危险，所以杀人灭口，老郎中死了，这人就没有了。那这样一来，就算查出了江明慧的死因，那只要江明慧死不承认，不也是没有办法定他的罪？我们之前大意了，没想到江明慧这么聪明，要是及时让郎中防备他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周成和周彪送完义庄的冰块，直接来找张秋云。张秋云看到他们没有一丝的喜悦，皱着眉头，把昨天下午发生的事都跟他们说了。周成跟周彪两兄弟都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现在要怎么办？我爹也没法子了，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吗？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，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对她你可要小心些啊。她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她那么聪明，暂时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你们也想想法子，我不想再跟她继续住在一个院子里了，我现在看到她打心里害怕。我们会想办法的，今日官府能有调查结果吗？我爹一大早就去了，结果今日出不来，要明日才能出来呢。行，那明日我们再过来。你们不去家里坐坐啊？这个时候就不去了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做了坏事的人自有天收，会有解决的法子的。姜慈从周成的嘴里得知这一情况，震惊之余，不得不从心底佩服江明慧是真聪明。他胆大心细，思维敏捷，连杀3人，竟然让人抓不到把柄。都怪我应该给老郎中提个醒的，或者直接告诉他真相，让他对江明慧提高警惕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他死了，这镇人没了呀。我们现在很被动，特别是江家那边，如果不能证实江明辉的死跟江明慧有关，那我就要跪在江明辉的坟墓前3天3夜呀。相公，你不用去下跪，江明慧以为他把老郎中给杀了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有办法让他亲口承认。你有办法？魔高1尺，道高1丈，我这次一定要把江明慧打出原形，他跑不了的。明日我跟你一起去西门镇。你先跟我说说，让我听听。姜慈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，周成脸上露出惊喜。娘子，你这小脑袋里怎么就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呀？你这个办法真的绝了。有了解决的办法，周成心里的压力就没有了，整个人也轻松了起来。已经有3日没有去山里了，不知道他留在山里的陷阱抓到了多少野物。今儿个回来早，还有大半天的时间，去山里转一圈，再回来也不耽误治兵。周彪知道他进山，跟着他一起去了。2个人进了山，周彪还在为张家人的安危发愁。哥，你不用发愁了，我娘子已经有办法了，江明慧这下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就知道爹没有法子的，快说给我听听。周成把姜慈跟他说的办法告诉了周彪，周彪听了眼睛都亮了。能想出这种法子的也只有弟妹了，我就是长10个脑子也想不出来，不佩服真不行啊。周成嘴角弯弯，夸他娘子比夸他还让他高兴。咱们现在就去张家。第一次登门还是要买一些礼品的，这是最起码的礼仪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买。俩人一起去买了礼品，然后去张家。你真的有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？姜慈点点头，就把他的法子说了一遍。张氏听了不住的点头。你很聪明，我愿意配合你。哎呀，这江明慧以为老郎中死了，他就能高枕无忧了。只可惜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那我现在就去看看我堂姐，我带你过去。姜慈不知道江明慧的住处，张秋云带着他来到江明慧的门前。谁呀？堂姐，我是姜慈。姜慈
怎么来了？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堂姐，我进来了。说完，门被推开。堂姐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呀？是不欢迎我吗？你不用跟我阴阳怪气，你来我家里有什么目的？我哪有阴阳怪气呀？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啊。姜慈走到他的床边坐了下来。姜慈，咱们之间没必要在这儿装作姐妹情深。我讨厌你，你也不喜欢我。不管你今日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我现在怀着孩子，就算我相公看到了你，知道你是谁，也不能改变什么。公婆都会站在我这边，我永远都是张家的少奶奶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这么紧张？姜明慧的脸色很难看，他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，他恨不得把姜慈抽筋剥皮。你别紧张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我这次过来找你确实有事儿。这2日我总是梦到姜明辉满头是血的来找我，说他在那边很冷，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找我，我跟你们姜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我跟他的关系也不好，他没有理由来找我呀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还专门去找了道士咨询，道士跟我说他是少王鬼，戾气重，他在那边过得不好，就会回来找他的亲人。如果想法得不到满足，他会让他所有的亲人都活得不安生。你是他亲姐姐，家里也有钱，请道士给姜明辉开坛做法，给他超度，他在那边活得好了，就不会来骚扰我们了。姜明辉半信半疑，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来找你做什么？姜明辉这2日也每天都梦到姜明辉索命，晚上都不敢睡觉，所以姜慈说那些话他听进去了。张秋云站在门外，姜慈没让他一起进去，但是他站在外面能清楚地听到里面的说话声。秋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吓死人的？房间里的姜明慧听到声音，整个人都紧张起来，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。他的变化，姜慈全看在眼里。咱们的话也谈完了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你还有事儿？我希望你不要让张成文知道你是谁。姜慈没有回答他，转身就去开门。姜明慧的心紧张到了嗓子眼儿，他不知道张成文知道真相之后会不会冲进来把他暴揍一顿。你站在我门口做什么？偷听？我能做什么？有客人来看你媳妇儿，怕打扰他们说话，我就站在门外等着，怎么就偷听了？张成文这样说话，关着的房门被打开，穿着淡蓝色纱裙如仙子一般的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张成文顿时看呆了。秋云，她是谁？进去问你媳妇儿去。哼，你有病吧？我哪里又得罪你了？张成文也翻了个白眼，进了屋子。刚才从你房间里出去的那个姑娘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她是我堂妹。堂妹？你那个最小的堂妹我见过，她也不长这样啊。我堂妹多了，又不只是自家的，你没见过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的也对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婚配了吗？怎么，你很感兴趣？我就是打听打听，你胡说些什么呢？你打听也没有用，她已经成亲了。张成文有些失望。你这人说话夹枪带棒的，我不过是问问而已。你想吃的枣糕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你吃吧，我出去了。成文，你过来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你事还真多，一大早想要吃枣糕，我跑了老远才给你买回来。我先说好啊，想让我去给你买吃的，免谈。不是吃的事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张成文只能重新坐回到原处。说吧。自从明辉出了事后，你也知道我是成宿的睡不着觉，就算睡着了，我也会被噩梦惊醒。明辉满头是血的跟我说，他在那边很冷，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手里也没钱，还被欺负。我跟他感情好，他在那边过得不好，就会过来找我，扰得我日夜都不得安宁。我倒是没关系，只是我害怕会伤到咱们的孩子。我想让你去请个法力强大的法师过来，给明辉开坛做法，超度他往生极乐，这样他就不会来打扰我了。江明辉下葬的太紧迫，所以你娘家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，他在那边的日子不可能好过的。你这想法是对的。你同意了？都影响到我儿子了，我能不同意吗？其实这种事儿应该让你父母去做的。我二叔现在还被关押，明辉又不在了，家里只有我爹养家，他们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有钱去请法师？他们要是老老实实做人，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哎，怨不得别人。你记住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要不是因为怕影响到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才不管呢。张成文能同意，江明慧就很高兴。请法师开坛做法超度是要花不少钱的，张成文同意了，公婆那边基本就没有问题了。张父从官府那边带回来了消息，江明辉、老郎中和小伙计的尸检结果出来了，从3个人的身上都查出同一种成分，那就是天仙子。中了天仙子的毒，用银针是测不出来的，只会在身上表现出各种症状。要不是在春和堂看到散落在地上的天仙子粉末，仵作也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。事情以这种方式结束，我心里憋得慌。明知道凶手是谁，却拿他没半点法子。谁说拿他半点法子没有啊？我们已经布下了一张网，他逃不了。
姜慈的事情办完了，笑着起身告辞。张家人也没有挽留他，因为姜慈他们还要去姜家寨一趟。张晨文刚到门口，就跟姜慈碰了个对面。张晨文的目光落在了姜慈身上，根本没看到姜慈旁边还有个周成。堂妹，你们这是？打扰多时，该回去了。哎呦，第一次来家里做客，怎么能走呢？我去福满楼订桌饭菜，吃了饭再走。不用客气，我们还有事儿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哎呀，吃饭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。周成见张晨文的眼睛一直都在他娘子身上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不动声色的挤到他面前。以后都是亲戚，咱不讲究那些东西，真的还有事儿，不能耽误啊。张母有些尴尬，儿子，你就不用客气了，他们还有事，不能因为吃饭耽误了人家办正事。周大哥，我送你们出去。周成和姜慈跟他们告了别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看着那漂亮的堂妹坐上了周成的牛车，张成文才反应过来，他们之间虽然有亲戚，怎么会同坐一辆牛车，还孤男寡女的2个人？他拉着张秋云问出了自己的疑问：哥，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他们各自都是有家室的人，这样做有违人伦。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嘿，张秋云，你有病吧？你今天老对我做什么？我哪里又得罪你了？你眼睛一直盯在人家身上，一副色眯眯的样子，我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说完进了院子。有那么明显吗？回去以后，他找到爹娘，把江明慧想要给江明辉请法师开坛做法给他超度的事说了。听到张晨文的话，老两口互相看了一眼。这件事应该是明慧的娘家人来做，怎么也轮不到咱们来做呀。况且请法师过来可不是一笔小钱。你爹说的对，这事儿啊轮不到咱们，这应该是他父母做的事儿。你去把江明慧叫来。爹娘，这件事儿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叫你去你就去。你让我找法师给江明辉超度的事儿，我跟爹娘说了，他们说这事儿应该是你父母的事儿，我们家做不合适。你都答应我了。我是答应你了，可是请法师拿钱的人是他们呢，这件事儿肯定要跟他们说的。哎呀，我爹娘没钱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要是他们有足够的钱，这事也用不着我操心。陈文，你得帮我。爹娘只是说请法师应该是你们家的事儿，又没直接说不能帮忙，他们让我叫你过去，正好你当面跟他们说，到时候我再帮你说说话，这件事儿或许就成了。江明慧点点头，跟着张晨文去了公婆的房间。爹娘，我把明慧带过来了。爹娘，你坐吧。江明慧跟张晨文在一侧的凳子上坐了下来。我听陈文说你要给你的兄弟请法师超度。是有这个想法。江明辉是你的亲弟弟，你有这个想法呀也无可厚非，但是吧，这件事儿啊应该由你娘家的父母来做，你是出嫁的闺女，这件事儿由你来做它不合适。江明慧心想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还不是舍不得花钱，找这样的借口简直太可笑。他心里虽然这样想，嘴上可不敢这样说。娘，我知道这是我娘家情况，你们也知道，他们现在1日3餐都很难保证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来给明辉请法师。不瞒爹娘，自从明辉走了之后，他每天晚上都来梦里找我，说他在那边冷，没有衣服穿，没有饭吃，身上更没有钱，还被那边的人欺负，我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。如果不请法师给他超度，我担心会影响到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明慧说的对，爹娘，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咱们出钱帮他一次吧。让我们家请法师确实不适合，这本就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事儿，但是我们可以出钱，由你娘家人去请法师给你兄弟超度，你觉得这样做如何？我都听您的。他们出钱让自己的父母来操办，比让他们操办更让自己放心。好，既然你同意了，那就这样做吧。谢谢爹娘，你们的恩情儿媳都记在心里。你知道就好，好好的把我孙子生下来比什么都重要。张父说完就走了。是。目送公公走了出去。娘，没事的话我也回去了。行，你也回去吧。江明慧刚走，又想到了什么啊？娘，老郎中的事怎么样了？官府还没有消息吗？已经有消息了，老郎中跟那个小伙计啊，都是因为中毒死的，官府已经结案了，这是他们自己操作不当引发的中毒案件。江明慧听了，彻底放下心来，都结案了，这就意味着他彻底安全了，这是这几日以来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那老郎中死得真可怜，以这种方式死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小时候哪里不舒服也都是他给我看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就这么死了。他死了，在西门镇再也找不到比他医术还好的郎中了。姜慈跟周成来到了姜家寨，二人进了院子就被姜家人围了起来。是不是结果出来了？结果出来了，跟我之前和你们说的一样，江明辉是中了天仙子的毒，让他产生了幻觉，所以才会让他发狂，做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后果来。我们姜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恶毒的东西啊？我要让他给我孙子偿命！我现在就过去问问他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呀！其实你别冲动，江明慧杀了人，是不是已经被官府抓起来了？没有，
证据不足，官府现在抓不了他。他现在还在家里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证据？你不是说那个老郎中就是证据吗？那毒药也是那老郎中给的，官府过去只要一调查，证据不就有了吗？唉，老郎中也死了。这个消息就像平地一声炸雷，除了姜慈，所有人都被震惊的不行。怎么可能？老郎中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？不仅是老郎中，就连他医馆里的小伙计也都没有幸免于难，他们也都是中毒死了。跟江明辉中的都是天仙子。江明慧为了灭口杀了他吗？老郎中跟那伙计死之前跟江明慧在一起，江明慧是最后见到他们的人，也是他从春和堂跑出来告诉外面的人他们出事了，当事人死了，证据就断了，现在官府抓不了他了。既然连官府都没有证据，也证明不了他有罪，那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猜测，凭什么就能确定这些就是明慧做的？官府都定不了罪，你又凭什么定他的罪？你们别自欺欺人了，想要知道是不是江明辉做的很容易，只要你们照着我说的，江明辉他自己就会亲口承认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不想知道，不想让江明辉死不瞑目，也可以不听，我们无所谓，反正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。明辉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要知道真相，你想怎么做？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听爹的。我也同意。只有姜老大跟许氏他们还在犹豫。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你们想让明辉死不瞑目吗？姜老爷子一声怒吼，姜老大跟许氏才下定决心。见所有人都同意了，好，既然你们都同意了，那我就帮你们一回，需要你们请法师过来给江明辉做场法事。我们也想请个法师过来，可是我打听了，请个法师要不少钱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饭都要吃不上了，根本就没钱去请法师啊。请法师做法事的钱张家会出，法师也不用你们请，他们会帮你们请来的，只是用你们的名义来办理这场法事，给江明辉超度，让他往生极乐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法事由你们来做，不会让江明慧有任何的戒备心。江明慧太聪明了，戒备心也很强，我们只能这样做。我明白了，你继续说。姜慈就把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跟他们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，他们听了愿意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儿。事情办完了，姜慈跟周成就离开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，你弟弟在那边知道了一定会感激你的。娘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明辉是我弟弟，我们俩从小关系就很好，他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晚上我想他想的都睡不着觉，不为他做些什么我心里难受。许氏的心紧了紧，江明慧说的话他心里很难受，虽然他很不愿意相信是江明慧害死了明辉，也有冲动告诉江明慧他即将要面临的是什么。你没有对不起他，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。娘，虽然明辉不在了，但是我还在，您女婿也在，以后我们都会一起孝顺你们的。陈文，你说是不是？张晨文一直没有说话，有些心不在焉，他只听到江明慧问他是不是，他也只能点头说是。娘，您都听到了吧？哼，明慧就是孝顺，虽然明辉不在了，嫂子，你跟大哥有闺女女婿依靠，今后啊有福气了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就当他放了个屁。祖母，我不怪二婶，是我没有本事，没把二叔从牢里捞出来，他对我有意见，我明白。还是你懂事啊，我有些不舒服，要回去躺一会儿，你们继续聊吧。周氏，你跟我来。一进屋子，周氏就问娘，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？表现的还不错，你对他这样的态度才是正常的，不能让他对我们有任何的疑心。今天晚上他是人是鬼，咱们就能知道了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周氏从婆母的房间里出来，瞥了江明慧一眼，走到江明燕的跟前，走，跟娘回房间，不要打扰人家母女情深。你别理他。娘，我不会在意的，能让我在意的只有爹跟你，还有祖父祖母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张晨文刚回到家里就被父母叫了进去，见屋子里还有周成跟江明慧那个漂亮的堂妹。爹娘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这么严肃做什么？看着怪吓人的。我们一直瞒着你一件事，现在是时候让你知道了。爹，难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？哎呦，你个混账东西，这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怎么就想到你不是亲生的了？是我们对你不好了？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们这么严肃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件事很严重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爹，您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查江明辉的死因吗？我问您了，您没告诉我呀。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是因为江明辉是他给江明辉下的毒，导致了江明辉最后的死亡。仵作开棺验尸，江明辉中的是天仙子这味药，而江明辉就是在江明辉死的前一天，在老周一那里开的药就是天仙子。不仅如此，老郎中跟他店里的伙计也是中了天仙子的毒死的，他们死的当时江明辉就在现场。你是说他们都是
是江明慧害死的。张父点点头，不可能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江明慧是他亲弟弟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这个疑问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今天晚上就能知晓。但老郎中跟他伙计的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江明慧可能发现我们怀疑他了，他就去把老郎中他们杀人灭口了。张晨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不是因为他对江明慧有多少感情，而是江明慧的肚子里有他的孩子。她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凭她自己怎么可能连杀3人，而且还不留下任何线索，就连官府都查不出来，她没那么聪明。张父冷笑，指着江慈，那是你蠢，知道她是谁吗？她不是江明慧的堂妹吗？她的确是江明慧的堂妹，你知道她叫什么吗？张晨文摇摇头，她叫江慈。张晨文只觉得这名字熟悉，一时没想起来。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话刚说完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慈，又看看他爹。那难道他是我退婚的那个江慈？不可能，我退婚的那个人是个丑八怪，我亲眼看到他的脸上有一大块红色的胎记。那说明你看到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女人，那根本就不是江慈。你现在总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吧？江明慧，他骗我。他为了抢走这门婚事，步步为营的设计你，你被他耍得团团转，被他卖了还要给他数钱。现在你还觉得他不聪明、没城府、没心机吗？张晨文眼睛血红，噌地站了起来。我要去给杀了！说完，冲动的就往门口走。站住！爹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他把我当猴耍，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这事我绝对不能忍。你把他给杀了，你还有底命？这样的女人值得吗？你给我回来坐下！你这冲动的性子得好好改改。你爹要跟你说的事儿还没说完呢。张晨文看了一眼母亲，母亲朝他点点头，他这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。之所以告诉你这些，是让你知道江明慧是人是鬼，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今天晚上开坛做法就是给江明慧准备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真相。张父把他们今天晚上要做的细节跟张晨文说了，张晨文听了才恍然大悟。到了下午4、5点钟的时候，法师带着2个弟子也来了，张晨文带着他们去了江家寨。法师掐指一算，好，法师出什么事了？江明慧顿时紧张起来，法师闭着眼，掐着手指，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大家一脸紧张的看着法师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半晌，法师才睁开眼睛。今天晚上阴气极重，死者好像已经来了。法师，我儿子真的回来了吗？他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他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除非他是枉死。他不会伤害到我们吧？他的能力很低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看不到他。他不会影响正常人，但是你有孕在身，会对你肚子里的孩子有伤害。张晨文一听，着急的把江明慧护在身后。法师，你要保护我的孩子啊！不用过于担心，我有法子。说完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，烧了一张符纸放在碗里，然后说：喝了这碗符水，他进不了你的身，保你安然无恙。张晨文一听大喜，伸手就把那碗符水端了过来，递给江明慧。快喝了！喝这个对孩子会不会有伤害？法师的话你也不相信吗？江明慧看向法师，又警惕地问了一句：法师真的没问题吗？如果有问题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这符水不但不会伤害到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它会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快喝了吧！江明慧这才放心地接过张晨文递过来的符水，皱着眉头喝了下去。见他喝了符水，张晨文在心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这女人的戒备心还真是强。接下来，法师拿出法器开坛做法，手里的法器被法师挥得有模有样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本来平静的屋里突然涌进一股阴风，直刺进人的骨髓，冷得江明慧打了个寒战。晨文，我好冷啊！江明慧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那是江明辉的脸。江明慧满脸是血地看着他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江明慧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我只是想让你精神变得不正常，这样你就不能来威胁我了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我不想坐牢，更不想死，我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走这一步。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想让你死，这只是个意外。我逼你？我什么时候逼你了？你说想让我救你出去，可我真的没有能力。你说如果我不把你救出去，你就把我也参与你们绑架的事情说出来，让官府把我也给抓了。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明慧，我专门找了法师来开坛做法，为你超度，你就不要怪姐姐了好不好？你为了自保害死了我，那你害死老郎中他们又是为了什么？那是因为周晨那2日总往家里跑，我家公公也一出去就是半日，我就产生了怀疑。我的药是从老郎中那里买的，就去他那里打听，
从老郎中口中得知，周成去他那里知道我在他那里买过天仙子的事，我很害怕。周成知道了，就说明他们在调查明慧的死因。老郎中是唯一的证据，要是他死了，就算他们查出来什么，没有证据，他们也不能奈何于我。于是就杀人灭口了。我也不想杀人，不想那样做。可是如果我不那样做，我自己就会身处危险之中。我也是被逼的。啪的一声，一个巴掌狠狠地抽在江明慧的脸上。你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剧烈的疼痛让江明慧整个人回到现实中来。江明辉在他眼前消失了。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魔鬼，要是知道你是如此恶毒之人，当初就应该在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把你给掐死。爹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哼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呀！你这个恶毒！你害死了明辉，害死我们江家唯一的香火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爹，我没有，明辉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你还死不承认？刚刚可是你亲口说出来的，这么多人都听着呢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江明慧这才看向周围，他看到母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，因为伤心过度被周氏搀扶着，祖父祖母也一脸怒气地看着他。他竟然还在人群中看到了周成跟江慈，他的公公还有张晨文他们都在冷漠地看着自己。江明慧突然想到，在做法事之前，那法师给他喝的那一碗符水，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法师。你给我的符水有问题，你们是一伙的，这场法事不是为了江明慧，是专门为了我，是不是？法师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江明慧已经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突然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他突然大笑起来。江明慧走向母亲，娘，你相信我，明慧的死是意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她，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是亲姐弟，我打心底里想要她好，我不想她死。她的死是个意外，我心里很愧疚，很难受，我整夜睡不着觉，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您不要怪我好不好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你不是我闺女，你是魔鬼。娘，我不是魔鬼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，这有什么错？任何人遇到我这样的情况都会跟我一样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狡辩，我真后悔这些年为你做的那些错事，这都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，让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儿子呀。说完看向江慈，阿慈，我对不起你，当初你娘不是上吊自杀，而是江明慧拿了鼠药放在你娘喝水的碗里，你娘是被毒死的。那时候她只有7岁，因为她太小了，我们都认为她什么都不懂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她以后的人生就毁了。我们对外就说你娘是因为你爹又纳妾，她接受不了自杀的。江明慧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娘的死都是因为你。小时候的你比我聪明，写的字比我好，识的字比我多，比我乖巧，比我漂亮，谁见了你都要多看2眼，多夸2句。家里人都喜欢你，你是他们眼里的骄傲，是江家的门面。我娘也让我以你为榜样，她每天逼着我识字写字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天分。我娘整日里骂我，说我蠢，这辈子都比不上你，可是她却忘记了，她也不识字。你之所以这样优秀，是因为你有一个优秀的母亲，她爱你，跟你说话轻声细语，从来不会在你面前贬低你，她会不厌其烦地教你识字写字，还会给你讲那些好听的故事，她会给你梳头，跟你聊天，哪怕是破旧的衣服，她都能变得与众不同，穿在你身上就会很好看。我也想要那样的娘，可是我没有，我从心底里嫉妒你，你的一切美好都是你娘给你的，只要你娘死了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普通啊！可是我想错了，你娘死了之后，虽然没有人教你读书写字了，但是你还是有一张我永远也无法改变的漂亮脸蛋儿。祖父祖母依旧喜欢你，见到你的人依旧夸你漂亮。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我母亲对我的态度，因为我害死了你母亲，她不敢再逼着我识字写字了。你娘死了之后，二叔并没有怪我，因为你娘死了，他的老相好周氏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门了。祖父祖母也没有怪我，因为你娘生了你之后不能再生孩子，而周氏已经怀了你爹的孩子，你爹想要儿子，他们也想要孙子，我这么做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难题。周氏进门之后，他很不喜欢你，但是碍于你爹跟祖父祖母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对你好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周氏生产的时候难产，
生出了一个死胎，他很难受。我就跟他说你是个灾星，你娘就是因为生了你之后就不能再继续生了。他听进去了，把孩子的死赖在了你的头上，整日里在我二叔跟前说你是灾星。时间长了，二叔也相信了，他对你的态度大变，你不再是他的掌上明珠，而祖父祖母却认为周氏是在胡说八道，他们还在护着你，这让我很难受。为什么同样都是他们的孙女，你爹都说你是灾星了，他们依旧喜欢你，而我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不会多看一眼，我恨。所以周氏第2次怀孕，我在她4个月的时候，在她饭里放了些东西，然后不出所料，她流产了。我又在她面前提起了你是灾星的事，周氏越来越恨你，她把失去孩子的罪名都加在了你身上。他买通了算命先生，坐实了你是灾星的事实，让算命先生说我是家里的福星。从算命先生的口中听到了你是灾星，祖父祖母也开始厌弃你，把我这个他们从来都看不上的孙女儿当成了福星，一直嫌弃我是我蠢的娘亲，也对我改变了态度。我取代了你，成为家里的掌上明珠，你代替了我，成了家里最不待见的存在。我喜欢看你过得不好，看你挨二叔打，看你挨周氏骂，看你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，看你受了委屈，偷偷跑到你娘的坟前哭。每当看到你伤心难过，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打压你是我活着的乐趣。当我知道二叔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的时候，我很不开心。我想办法见到了张成文，并且在我勾引下，我们睡到了一起。可是他跟你定了亲，他的家人不让退亲，他听家里的话，不敢反抗。拖了1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就跟我娘哭诉，让她帮我。为了我这件事，全家人都坐在一起商量。最后，我娘就跟周氏一起做了一个局，找了一个长了胎记的丑八怪，装作是你，然后让张成文看到。他确实被吓到了，所以他不顾一切的跟你退了亲。因为我怀孕了，张家人没有办法，最后只能把你的亲事换成了我的婚事。我出嫁之前，让母亲答应我，把你嫁到山里，让你永远走不出大山，让你永远在我之下。我娘答应了。听说你嫁到山里，相公还是个恶霸的时候，我真是高兴坏了。我想你这辈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没想到你都是在深渊了，竟然还能爬上来，老天太不公平！我如此的努力，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要说我有罪，你们都有罪，是你们把我逼成如今这副样子，我恨你们，恨你们所有人！江慈的目光从江家的每一个人身上掠过，最后落在江家的一家之主江老爷子身上。你是一家之主，江明慧，你打算自己处理，还是交给官府？阿慈，他害死了你的娘亲，怎么处置？你来定吧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也不跟你客气，我会把他送去官府，接受官府的审判，让整个西门镇的人都知道这个毒妇，让他臭名远扬。我会亲眼看着他上断头台。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，就算是臭名，也能让大家熟识。我也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，我不怕死，但是我后悔。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？你后悔没有杀了我。江慈，不愧是你，还是你了解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你动手吗？我要是死了，你的人生该多无趣啊！你说的对，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乐趣。你死了，我的人生就会黯然无光。现在我后悔了，如果当年杀了你，或许我有另外的人生。你不会有另外的人生，就算没有我，老天也会收你。你的下场只有一个，就是不得好死。然后看向张成文，我要把他送去官府，你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这句话刺痛了江明慧。你真的一句话都没有了吗？没有。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你也没有话跟他说吗？我希望他下次投胎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善良的母亲，让他有机会来这个世上看一看，好好的过完他的一生，千万不要再遇到你这样的女人。提到孩子，江明慧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江明慧被官府的人带走之后，江慈也要跟着离开，被江老爷子叫住了。阿慈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不会原谅你们，我诅咒你们一家子都没有好下场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整个江家大院冷清了下来。江老爷子看着这让人恐惧的深夜，悠悠地说了一句：唉，咱们江家完了。江慈跟周成没有回周家村，今天晚上他们会在张家住一宿。之前天上一颗星斗都没有，夜晚黑得像是泼了墨。周成伸手牵住了他的手，岳母也能安息了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周成握着他的手紧了又紧，江慈看向他笑了，这话是江慈曾经对他说过的。不好，犯人逃了！周成跟江慈都是一惊，朝着前面跑了过去。张家父子也跟了过去，他们一直追到一个断壁的半山腰处。江明慧站在断崖边上，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。江明慧，你要做什么？成文，
我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。我这一生没有人在乎过我，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。我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，可是我干了太多的坏事，我后悔。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我们的孩子都保不住。我曾经想过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他，做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，把我从未得到的爱都给他。可是没有机会了。张晨文虽然对这个女人失望透顶，但是听到她说这话，心里也很难受。你过来，不要做傻事。一切都太迟了。江明慧摇摇头，然后看向姜慈。阿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娘。她对我很好，也会轻声细语的和我说话，有好吃的也会给我，会讲故事给我们听，会在我娘骂我的时候替我说话。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，害死她是我最后悔的事。我现在就去找她，跟她赔罪，直到她能原谅我为止。说完，张开双臂往后倒了下去。明慧！张晨文冲了过去，江明慧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张晨文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姜慈没想到到最后能从江明慧的口中听到她的忏悔，心里对她的恨在这一刻终于释怀了，眼眶一热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张父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死的不是江明慧一个人，他的肚子里还有自己盼望很久未出生的孙子。他能明白儿子有多心痛，他上前扶起张晨文。你不要太难过了，人从这里掉下去，没有生还的可能了。现在下去找人很危险，只能明日再过来寻找了。第二天，姜慈跟周成赶着牛车回到周家村。一进周家村，遇到村子里的翠莲嫂子，姜慈还没来得及跟她打招呼，咋咋呼呼的翠莲嫂子就跑了过来。哎呦，你俩可回来了？不会是家里出啥事了吧？嫂子，怎么了？周小宝的母亲胡氏回来了。什么？我们也很震惊，都走了3年了，怎么好意思又回来了？他这些年肯定过得不好，我瞧着他比我岁数都大。你家老大不是还有几日就要成亲了吗？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不是好事。哎，你们快过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周成跟姜慈很快就来到家门口，一眼就看到站在院子里的一个陌生的女人。阿成，你回来啦！听说你娶亲了，这位就是弟妹吧？哎呀，阿成你真是好福气，弟妹就像天女下凡呢。你是谁？我好像不认识你。我是大嫂，小宝的母亲。听他这样介绍自己，这女人这次回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难道她还想跟大哥重归于好？还有不到1周，大哥的婚事就到了。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回来，不是捣乱吗？哦，原来是小宝的母亲啊！你怎么回来了？这里不是我的家吗？我儿子还在这里呢，回来不是正常的吗？姜慈不可置信的跟周成对视一眼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回来不打算走了，还要跟大哥继续过日子？阿慈、阿成，你们回来了。李氏听到声音，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周小宝跟着走了出来，看到他们，高兴的跑了过来。二叔婶婶，你们回来了。姜慈弯腰把小宝抱了起来。婶婶因为有事，这次没有给小宝买吃。婶婶给小宝买的好吃的还没吃完呢。婶婶，你跟二叔昨天怎么没回来啊？小宝可担心了。小宝真乖，你爹呢？昨日你们没有回来，3天没有进山了。阿成设的陷阱里肯定有猎物，一大早就去山里了。山里危险，大哥自己进山能行吗？我进山去找他。行，你去一趟，把人找回来，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一下。周成说好，然后就走了。事情办妥了？办妥了。那就好，路上也累了吧？走，上我屋里歇会儿。姜慈笑着说。胡氏见他们直接无视他，心里十分的不舒服。姜慈抱着周小宝跟婆母刚要走，胡氏笑着挡在了姜慈面前。弟妹，你刚回来，一定累了，把小宝给我吧。说完伸手就要去抱小宝，周小宝伸手搂住姜慈的脖子，很警惕地看了他一眼。婶婶，不要他抱我，你这孩子，我是你娘，快过来。姜慈不经意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没事，我不累，小宝喜欢我抱着他，没事的。小宝这么喜欢你，说明你对他很好，谢谢你替我照顾儿子。你别这么说，小宝是我们周家的孩子，我们对他好是理所当然的，不需要你的感谢。小宝都被你宠坏了。自家的孩子当然得宠着了。姜慈跟着婆母一起走了，胡氏站在原地，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失，直到脸阴沉下来。一进屋子，李氏就骂了起来：那胡氏太不要脸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娘，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想留下来继续跟大哥过日子。他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他刚离开的时候就后悔了，只是没脸回来。这些年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阿彪跟小宝，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留下来。他保证以后一定跟阿彪好好过日子。娘，大哥马上要成亲了，他在这个时候回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是让他留下来，我们家成什么了？还不被人笑死？你看他的手比我的都粗糙，由此可见这3年他过的日子并不好。要是过得如意，他能回来，我是绝对不会接受他的。我儿子好不容易说到了一门好亲事，我可不能让他给毁了。娘，您跟我想到一起去了，只是我担心大哥会心软，毕竟以前他那么在乎。我不管这个，周彪要是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，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，让他带着这个
女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奶奶，我也不喜欢他，要是爹跟他一起，那我就不跟他们走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姜慈跟李氏都没想到周小宝会说出这番话。小宝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你的娘亲回来吗？她不是我娘亲，娘亲如果爱我就不会不要我。我想一直跟祖母和婶婶在一起，不愿意离开你们。我们家小宝懂事了。虽然胡氏是小宝的亲生母亲，但是能在孩子只有2岁的时候，正需要母亲时抛弃孩子跟人私奔，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是不值得信任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去做晚饭，家里还有人干活，不能耽误了人家吃饭。你去给老木匠他们送点水过去。周成刚进山，就看到腰间别着砍刀，手里拎着穿在一起的野鸡野兔，背上背着背篓的大哥周彪。哥，阿成，你怎么来了？娘说你早上就来山里了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那地方我都跟你去过好几次了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我自己进来就可以的。周彪气喘吁吁地走到周成面前，把手里的猎物扔在地上，把后背的背篓也卸了下来。歇会儿，那边的事怎么样了？江明慧跳崖死了啊！跳崖了？他承认了所有的罪行，就算不跳崖，他也活不了。他死不足惜，可惜了，他还怀着孩子呢。张家人该有多难过呀！看得出来，他们对孩子是很期待的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他们迟早会释怀的。你说的对，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出这个阴影。周成看着大哥，心里想着要如何跟大哥开口。周彪见他犹犹豫豫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事。阿成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啊？大哥，你喜欢张秋云吗？你跟我说实话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哥，你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。喜欢张秋云跟小宝的母亲，你更喜欢谁？阿成，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宝的母亲回来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周彪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胡氏现在就在家里。周彪的笑容顿时从脸上消失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。哥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？我来找你也是因为他。他还回来做什么？他好像回来要跟你重归于好。他亲口说的。周成点点头。哥，你跟张秋云的婚事算上今天还有7天，张家那边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，娘也把成亲需要准备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，整个周家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。决定的时候要三思啊，否则你不仅伤害了张秋云对你的一片痴情，还有我们和娘都接受不了啊。回家。说完，直接把背篓拿起来背在了身上，抬腿就走。周成赶紧捡起地上的猎物，拿在手里，跟在周彪的身后。哥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周彪没有回答他的。周成了解大哥的脾气，他要是不说，你就是问1000遍，他也不会回答。周成心里开始隐隐的担忧，大哥以前跟胡氏的感情太好了，胡氏走了之后，差点要了大哥半条命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胡氏却在大哥成亲的关键时刻回来了。啊！是周小宝的声音，他赶紧从屋子里跑了出去，就看到姜慈飞快地跑了过去，把周小宝从地上抱了起来。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婶婶，不用担心，小宝是个男子汉，摔一跤而已，不疼的。看到自己儿子这么懂事，鼻子一酸，跑了过去。小宝，给娘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周小宝看到他过来，赶紧躲在姜慈的身后，冷漠地看着他。胡氏既尴尬又难受，还有对姜慈深深的嫉妒。那明明是他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呀，对自己这样的冷漠，对姜慈却如此的依恋。你走了那么久，小宝已经把你忘记了，你现在突然回来，他只是对你还不熟悉。胡氏抹去眼泪，心里愤恨地说：你别假惺惺的了，你跟李氏巴不得孩子跟我不亲。心里这样想着，脸上却带上了笑容。我知道是我太着急了。然后看向小宝，娘以后啊，一定陪着小宝长大，娘再也不离开你了。这个时候，周成跟周彪两兄弟也来到了门口。胡氏说的话，他们都听到了。周彪抬脚迈了过去。小宝不需要你。胡氏听到他日思夜想的声音，眼泪喷涌而出，转身看向那个梦里出现了千百遍的男人。阿彪，你回来啦？你回来做什么？我想你了，也想小宝了，我想回家。胡氏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？你想扔就扔，想捡回来就捡回来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不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几年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思念着你们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我没有跟你说一声就离开了，是我的不对。你打我骂我，我都毫无怨言，是我做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来补偿你个孩子，好不好？你别做梦了，你离开我那一刻，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我跟小宝不需要你的补偿，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小宝也会有新的娘亲来疼他。我不想用很难听的话来骂你，我希望你给自己点尊严，从我家里离开。他哭着跑了过去，想要拥抱他，被周彪一把甩了过去。我嫌你脏。跌倒在地的胡氏听他说出这样伤人的，哭着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周彪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无论我做了多少错事，你都会原谅我。我一直记着你对我说的话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你背叛了我，跟野男人私奔，抛弃了只有2岁的孩子，去跟野男人生活了3年，现在又跑回来让我兑现承诺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哪来的勇气问我要承诺的？
的。阿彪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可是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不能没有你跟小宝。说完直接跪在地上，周彪不为所动，他连看都没有看胡适一眼。你就是死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眨下眼睛。如果你识相点，给自己留点尊严，赶紧从我家离开。不，我哪里都不去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要跟你和孩子在一起。你现在只是生气，让你气消了，你会原谅我的。你休想！如果你非要很不体面的离开，我会把你给扔出去。胡适，阿彪已经把话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就不要继续胡搅蛮缠了，回去跟你现在的男人好好过日子吧。阿彪现在也马上要成亲了，他会开始新的生活，你们永远都不可能了。娘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回去我会被他打死的。您可怜可怜我，帮我劝劝阿彪，原谅我这一次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过日子的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的死活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不要来道德绑架我们，我们不吃你那一套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阿彪娶亲我也没关系，只要让我留下来，我都接受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。周彪忍无可忍，放下身上的背篓，拉着胡适就要把他给拖出去。哥，你把他扔出去，别人会看笑话的，让我跟他说。周彪松开了拽着胡适的手，胡适瘫坐在地上，看周成就像是看到了救星，从地上爬到他的跟前。阿成，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别让你大哥赶我走，离开这里，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去了。孩子都在看着你呢，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难看。这个家里早就没有了你的位置，你跟我哥之间没有可能了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们家也不可能收留你。不过你今后要是想来看小宝了，也可以回来看看他。你跟我大哥已经不可能了，那就好聚好散吧，让大家都体面点，好不好？胡适泪流满面，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我不要体面，我只想要留下来，想要看着我自己的孩子长大。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阿彪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把我赶出去，我只能去死。你不要拿死来威胁我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大门在你身后，赶紧自己走，别让我把你扔出去。我没有威胁你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能原谅我，那我就去死。说完就对着墙撞了过去，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极端，一时都愣在原地。周小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，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姜慈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把小宝的眼睛给蒙上了。不怕，小宝不怕。周成蹲在胡适跟前，伸手在他的鼻子上试了一下。阿成怎么样了？还有气息，他这是昏过去了。哥，你把他抱进屋里，我去找郎中过来看看。好，那你快去。周彪说完，把地上的胡适给抱了起来，要往他房间的方向走。李氏拦着他，慢着，那是你的婚房，不能让他住进去，你把他放到我的床上。周彪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胡适送去了他娘的房间。我们家到底造了什么孽了？遇到这么一个不要脸皮的无赖，他这是想毁了我儿的亲事啊！这要是撞死在家里，我们还要吃官司，他就是死也不想放过我们呀！娘，等郎中过来看看，人应该没事的，等他醒了再说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胡适被周彪放在他娘的床上，就算你死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说完出去了。胡适睁开眼睛，是的，他撞墙的时候根本没有用力，他只是想吓唬他们。很快，郎中就被周成给带回来了。郎中给胡适号了脉象，他的脉象是虚劳之症，还是很严重的，但是没有性命之忧。什么是虚劳之症？虚劳之症就是气虚、血虚、阴虚，这都是常年劳累、挨饿受冻，身体缺乏能量，所以就会出现虚劳症。不过也不用担心，在家里好好养养，吃点肉蛋之类的，很快就能养好，这个不是大问题。但是头上的伤口很深，要好好的处理一下，处理不当的话，可能会留下疤痕。送走了郎中，李氏很严肃地看着周彪。阿彪，这件事你要怎么处理？你都听郎中说了吧，他过得并不好，所以才会想起你的好，这才会来找你。要是他现在过的是好日子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娘，我知道我对这个女人没有任何想法，她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她的厌恶。天也不早了，今天晚上让她暂且住在这里，明日我去她娘家，让他们来人把她从家里带走。今天晚上还要治兵呢，明日还要送其义庄，这件事不能耽误。送兵的事最重要，你明日跟你哥一起去送兵，送完兵之后跟你哥一起去胡适的娘家，他的娘家人也都不讲理，你哥自己去，我担心他应付不来。我知道了，娘。希望能顺利的把这个瘟神给送走，不要耽搁阿彪的婚事。胡适现在以死相逼，都不愿意离开，说明他是下定了决心的。就算他娘家人过来了，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，必须是他心甘情愿的离开，否则就算张秋云嫁了进来，他3天2头的来家里，谁也受不了，一定会影响到秋云跟大哥之间的感情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只是你都说了他想赖在这里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心甘情愿的离开？虽然胡适跟人私奔3年之久，但是他现在跟大哥还是夫妻，他们之间没有了断，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周家人，还是大哥的妻子。我觉得现在首要解决的事儿就是断了他们之间这层关系，接下来的问题才好解决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，他跟人私奔犯了7处，把他给休了，他说不出任何的理由来。阿彪，你现在就把休书给写了，今天晚上就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写。周彪说完就回了他的屋子。我岁数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，幸亏你提醒我，要不然明日他们兄弟2个
肯定白跑一趟。你们回来到现在都没休息，现在回房休息一会儿吧。等我做好了饭，我去叫你们。李氏牵着小宝的手，跟祖母去院子里玩，让你婶婶跟二叔去休息。我不累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去制冰房去看看，该准备准备了。祖母，小宝不会耽误婶婶做事儿的，我就站在一边看着他们。那不碍事嘛，你又帮不上忙。娘，小宝乖得很，不会耽误我们做事的，放心吧，您去忙您的吧。好吧，那我就不管你啦。李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说完就走了。经过老木匠的时候，李氏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家里出了这样的事，让您见笑了。”哎，会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都是普通人，谁家还没有点糟心事儿？您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老木匠说的话很中听，李氏也就没有那么尴尬了，然后就去做饭了。师傅，你说他们家的人都这么好，怎么就这么不顺呢？上一次来遇到江明辉那件事情，这次又碰到这么奇葩的事情，他们也真是太倒霉了。不要随便议论人家的家事，做好你自己的本分，其他的事不要听，不要看，更不要说出去。要想把这份手艺做得长久，就必须学会闭嘴，懂了吗？师傅，我知道您都跟我说了多少回了，我只是觉得这家大哥实在太憋屈了。要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二话不说，先把那女人的腿给打断，然后再把她给扔出去。这家人都太善良了，才让那些不知羞耻的女人如此的得寸进尺，实在是不要脸。你呀，快干活吧，不该你操心的事就别操心了。今天把这只兔子炖了吧，放到明日也有味道了。拿到镇子上，这死了的野物也卖不上价钱呀，还不如咱们自己吃呢。确实挺肥的，家里还有菌菇吗？用菌菇炖，味道会更鲜美。好，那我就处理了，让娘给炖了。周彪回到房间，很快就写好了休书。他没写过休书，不知道写的怎么样，拿着休书就出来了，准备给他娘看看。姜慈正好也从制冰房里走了出来。大哥，写好了？写好了，我没写过，不知道写的如何，你给我看看。我认识的字不多，也没怎么看明白，还是拿去给娘看看吧。好吧，我拿去给娘看看。说完，周彪去了灶房，姜慈也跟着去了。李氏接过来看了一遍，写得不错，很直接，这样就行。我现在就把休书给他。哎，你先把休书收起来，等吃过饭了再拿出来，要是闹起来，饭都吃不成。周成把那只死了的野兔子收拾好了，拿了过来。娘，用菌菇炖。好，家里新鲜的菌菇没有了，不过我还晒了一些干的菌菇，炖出来一样的味道。时候不早了，二弟，咱们去制冰。姜慈也跟他们去。制冰房里的准备你都做好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跟大哥来做吧，你带小宝休息吧。二弟说的对，制冰的程序我们都会了，我们会做得很好的。姜慈让他们自己去干了，他给婆母帮忙一起做饭。没多久，锅里的炖兔肉炖得咕嘟咕嘟响，肉香味很快就飘了出去。窗户是正对着床的，胡适能从他所在的方向看到院子里。他看到小宝在院子里拿着弹弓瞄准天空，把一颗小石子射了出去，然后又从身上拿出一颗石子，再次把石子射向天空。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玩着。胡适看到儿子玩得这么开心，更加坚定了他要留在这里的想法。小婶婶，快过来看看，我打下来了一只小鸟。姜慈走了过来，从地上捡起那只已经被打昏的花喜鹊。小宝，你好厉害呀，真的打下来一只鸟。娘，快来看看。李氏也从灶房里走了出来。这真是小宝打下来的？是啊，是我从天上打下来的。祖母，二叔教我打弹弓的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把天上的小鸟打下来，他就带我进山打猎。嘿，婶婶，快把这只鸟拿给二叔跟爹看看，我要跟他们一起去山里打猎。快去拿给他们看看，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小猎手。婶婶，咱们快走。姜慈还真的拎着那只鸟和小宝去找周成和周彪了。胡适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多希望小宝第一个找的人是他。姜慈带着小宝来到志斌的房间跟前，你们进山打猎又多了个小帮手，这是小宝刚打下来的。好小子，你比爹还厉害，我都没用弹弓打到一只鸟，好样的，儿子。爹，你要经常练习，就会跟小宝一样了。哥，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还有被小宝超越的一日？被我儿子超越，那是我的骄傲。儿子比爹厉害，我求之不得呢。爹，你也要变得很厉害，你也要成为我的骄傲。胡适躺在床上差点睡着了，听到李氏叫吃饭的声音，他立即清醒了过来。本来想起来去吃饭的，可是又一想自己主动出去的话，又觉得丢面子，想着他们一定会过来叫自己过去吃饭的。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人过来叫他，他再次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向窗外，院子里空无一人，就连树下干活的老木匠都不在了。他们不会连饭都不叫他去吃吧？正想着，门被推开，李氏端着饭菜进来了。娘，你过去跟大家一起吃饭不合适，我把做好的饭菜每一份都给拿了一些过来，你就在这里吃吧，在哪里吃都无所谓，谢谢娘，还亲自给我端过来。李氏没有回答他的话，然后就出去了。胡适这才看向自己的饭菜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，拿起饼子咬了一口，然后狼吞虎咽的把所有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。过了一会儿，李氏才过来收拾。娘，我现在还有些头晕，所以没有收拾，辛苦您了。等我好了，这家里的活都由我来做，您什么都不用做。
你现在就不用想这么多了，等会儿阿彪会过来，有事跟你说。李氏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说完就走了。难道阿彪看到了我宁愿撞墙也要留下来跟他过日子的决心，打算原谅我了？看到周彪走了进来，胡氏满脸笑容的坐了起来。阿彪，你来啦！话刚说完，婆母李氏也走了进来，跟着进来的是周家村辈分很高的2位叔公。姜慈最后跟了进来，因为不想让小宝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周成带着小宝去外面的溪水边洗澡了。阿彪，你们这是？周彪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不是，你跟人私奔，犯了气出。不，阿彪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说过，我无论犯了什么错，你都会原谅我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死来表决我的悔过之心，难道你还不能原谅我吗？他直接拉住了周彪，跪在了。周彪依旧冷漠的看着他，从身上拿出写好的休书。这是我给你的休书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胡氏看着周彪手里的休书，泪流满面，他摇头。不，我不接受，阿彪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周彪把休书甩在他脸上，甩开他抱着自己的胡氏被甩到一边，他及时抽身退后了2步。这由不得你，胡氏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你跟人私奔，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，你是要给进猪笼的。是周彪跟你婆母念在你是小宝母亲的份上，只用一封休书打发了你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么轻易的饶恕你。阿彪的休书就在地上，你把它捡起来，从此以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他被周彪休了，成事实，他伸手把地上的休书捡了起来，泪眼汪汪的看着周彪。休书我可以接受，但是能不能看在我是小宝母亲的份上，让我留在这里一段时间？我想让我的儿子改变对我的看法，到那个时候我再离开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不能在这里留宿一晚，明天一早你必须离开。我现在无处可去了，你现在把我赶出去，我一个女人根本就活不下去。你可以回你娘家，回你现在的男人的家，我这里绝对不是你的容身之处，你不用在这里跟我卖惨，我不在乎。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要拿你的性命来威胁我，算你死了，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你死了这份心吧，从今往后我们之间就只有陌生人的关系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。你不用担心小宝，这些年你没有参与他的成长，他依旧被养得很好。小宝再过2个月就6岁了，他比同龄人都懂事，就算你以后不参与他的成长，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。所以你尽可以安心的回去，跟你现在的相公好好过日子。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明日我就会离开，但是能不能让小宝今天晚上跟我睡一晚？不行，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小宝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想在离开之前跟我的孩子亲近亲近，这样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对你不放心。你不放心？难道你认为我会害了我自己的孩子？周彪不置可否。周彪，你不要逼我！阿彪，胡氏是小宝的母亲，她想跟小宝住一晚，人之常情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娘，不能。李氏给了周彪一个眼色，周彪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李氏走到胡氏跟前，把还坐在地上的胡氏给扶了起来。让小宝跟你待一晚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你也知道小宝他跟你还不熟悉，你今日撞墙把他给吓坏了，他愿不愿意跟你待一晚，这得问问小宝。如果他同意，我们没有任何问题，如果孩子不同意，也不能强求，把孩子给吓着，我们是不允许的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等阿晨带小宝回来，我就让他来见你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明知道小宝跟我不亲近，还让孩子来做选择，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话有什么用呢？你不如直接跟周彪一样说不行就可以了。你也知道孩子不愿意跟你亲近，如果你强行留他跟你在一起住一晚，你想过没有，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你怎么就知道他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对他造成影响呢？莫不是你们怕孩子跟我和好了，你们就控制不了孩子了是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又不会伤害孩子，你们怕什么呢？娘，你跟这种人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他听不进去。我是不会同意让小宝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不要耽搁叔公的休息时间。2位叔公，我送你们回去。2位叔公站了起来，其中一位道：不要对这样的坏女人抱有善心，她不懂得感恩。但凡换一个人，她现在已经被进猪笼了，还有命在这里跟你们讨价还价。叔公，我知道您的意思了。 2位叔公很嫌弃的看了一眼胡氏，另一位道：胡氏，适可而止。说完转身出了房门。周彪送他们出了门。叔公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要不是我们为你说话，你现在已经被进猪笼了。要是不想我们现在就把你赶出去，你最好好自为之。阿慈，我们走。姜慈什么话都没说，胡氏是罪有应得，他一点都不同情胡氏，直接跟着婆母走了。出了门的姜慈说：娘，你今天晚上跟我住，让阿成跟大哥住。不行，我要跟他住一起，我怕他狗急跳墙做坏事。姜慈也觉得就目前胡氏这个状态，婆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，那就更不能让您跟他住一起了。他要是想对您做点什么，我们更担心啊。等大哥跟周成回来再想个办法，您先跟我回屋。李氏跟着姜慈去了他的屋子，没多久周成带着小宝回来了，看到母亲跟姜慈都在房间里，婆媳2人脸上都没有个笑脸，坐在一起说着话。怎么了？你们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？哎，有这么个瘟神在家里，能高兴得起来吗？他还想让小宝跟他待一晚，你哥不同意，胡氏也直接翻脸了，说的话也不好听，他都能撞墙，我怕他再做出什么事来，到时候不好收拾，就说让小宝自己选择。小宝要是愿意跟他待一晚，我们也同意；如果小宝不愿意，我们不可能硬
硬让小宝跟他待一起，他还不同意了，说我们故意不让孩子跟他亲近，那意思我们必须让小宝跟他待一晚。您同意了？没有，我们当然要尊重小宝的意见。祖母，我不愿意，我想让他赶紧离开我们家，看到他害怕。天太晚了，我们让他在这里住一晚，明日他就走了。你真的不愿意去看看你娘吗？我不愿意，她不是我娘。她走了之后，或许你们永远都不会再见了，你也不愿意见见她吗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见咱就不见。娘，你的房间胡氏住了，家里也没有住的地方了。您今天晚上带着小宝跟阿慈住在这里，我去大哥屋里将就一晚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娘对胡氏不放心，怕他晚上会作妖，弄出点什么事儿来，要跟他住一个屋。不行，家里有我跟大哥呢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他那边我会看着的。明日你们还要去西门镇送冰块，晚上睡不好觉能行吗？这个不是问题，明天我自己去送，大哥留在家里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一哥明日不去，你就让他盯着点，你睡你的觉。我知道了。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周彪回来了。你睡觉，送冰的生意不能耽误，有我在，胡氏做不了妖。周成同意了，有大哥在，确实用不到他操心。哥，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？周彪回头见周成起来了。没有，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。那就好，你不会一整晚都没睡吧？没事，我不困，我出去看看。说完大步走出了房间。李氏岁数大了，本来觉就少，心里有事更睡不着了，一直到天蒙蒙亮了他才起来。昨天晚上很安静，胡氏什么都没做，天亮了就能让那个女人离开了，他就不用担心了。就看到周彪两兄弟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，周彪往胡氏住的屋子走去。哥，你去做什么？天都亮了，我叫他离开。哥，天还没完全亮呢，你这个时候让他离开也不安全呢。要是出了啥事儿，你这心里也不得劲儿啊。咱们现在去把冰块脱模装车，那个时候再让他离开也不迟啊。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走，遇不到太多的人，我们大家脸面都好看呢。哥，他回来的事情全村都应该已经传遍了，闲话都不知道说了多少了，咱们也不要在乎那多一句少一句的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做事儿别让人说闲话就行。阿成说的对，咱们大气一些。你已经把他给休了，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以前的事就放下吧。反正他今天都要离开，早一点晚一点都没关系。好吧，听你们的。二弟，咱们现在就去给冰脱模。姜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，拿着昨天晚上换下来的衣服出了房间。他把衣服拿出来，用棒槌捶打，一下又一下，把胡氏给吵醒了。看了眼窗外的天，已经亮了。昨天晚上他在这个屋子里坐了半宿，才完全接受他已经被周彪休了的事实。胡氏的心里满满都是不甘心，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。突然门被推开，周彪走了进来，胡氏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漠然地看着周彪。你不用着急，我会离开的。你知道就好，现在起床吧，我们还有事要做，你继续留在这里不合适。好，我起来就走。周彪见他很配合，然后就出去了。胡氏下了床，把自己整理妥当，走出了房门，就看到姜慈站在院子里，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晾绳上。周成正在把套子套在牛车上，牛车上装了满满一车的东西，上面还用厚厚的被子包裹着。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家里买得起牛跟车了，说明他走的这几年他们赚了不少钱了。一般普通人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，不过这些都跟他没有关系了，即使再不甘心，也只能说服自己接受。见他站在门口愣神，李氏已经做好了饭，吃了早饭再走吧。不用假惺惺的，我现在就走。看着他从自己面前经过，走出几步，胡氏停住了脚，他没有回头。我以后会经常过来看小宝的，请你们兑现承诺，不要横加阻拦。他也没等李氏回应他的话，目不斜视朝门口走去，就这么消失在了门口。他就这么走了，姜慈还挺意外的，不仅是他，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平静的离开。他就这么走了，心里怎么觉得不安呢？他这是想通了，我已经把他给休了，他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。就算他不想离开，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把他扔出去，他只能离开了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他会常来看小宝的，他以后不会3天2头往这里跑吧？不管他这些，咱们反正跟他也没有关系了。他想往这边跑，也要看小宝愿不愿意见他，他坚持不了多久的。你说的也对，是我多想了。你们先去吃饭吧，我去把小宝叫起来。哟，这不是胡家的大姑娘吗？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了，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？你相公呢？大娘，让你操心了，我过得很好。是吗？哎呦，我瞧着你这2年的变化挺大呀，这差点都没认出你来。那大娘从上到下的打量他，这让胡氏既尴尬又反感。大娘，你有事就去忙吧，我走了。说完就走，名声都跟烂肉一样臭了，还好意思回娘家来，真是丢死个人了。胡氏低着头来到了他娘家的门口，正在这时，一个中年女人背着背篓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你是谁？娘。听到他喊娘，这才凑上前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闺女，
娘，是我。听到肯定的回答，中年女人冲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算了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们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。胡适没想到母亲见他第一面会是这样对自己，他已经没有地方去了，娘家再不收留他，那他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娘，你要是打我能绝气，你就狠狠的打，你打死我也心甘情愿。看到不远处有人过来，为了不让人说闲话，跟我回家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想让我在外面丢脸吗？胡适一听，确定自己没有听错，心中一阵欢喜的跟着母亲进了院子。娘，您不是说出去找军姑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一个年轻的女人挺着大肚子，看到跟进来一个女人。娘，这是谁呀？你姐回来了，咱们进屋说话。胡适也看到了这个女人，应该是他弟弟的媳妇儿。你是弟妹吧？怀孕几个月了？年轻女人往后退了2步。这个大姑姐在3年前跟人私奔的丑闻，她早就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一句话问得胡适涨红了脸，尴尬的笑了笑。我回来看看。她是你姐，不能回来吗？年轻女人被对的脸通红，生气的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中年女人迈着步走进了屋子，胡适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。中年女人坐在正位上，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瞧你今天这副德行，看起来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。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？也不跟家里联系，回来了又这副德行。哎，你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？胡适不想说他以前的事儿，但是母亲问他，他又不能不说，就把他跟那个男人走了之后的经历跟母亲说了一遍。你要找回来一个有钱的也就算了，你看你把自己现在混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知不知道老周家现在过的日子有多好呀？你爹在西门镇看到过周家兄弟好多回，他们3天2头去卖野物，最近还赶上了牛车，还学会了制冰的手艺，一天天的拉着一车冰到镇子上去卖，1块冰500文，拉一车就能赚4、5两银。这个胡适是不知道的，他想起早上看到那一牛车的东西，原来那是冰块，赚再多的钱也跟自己没有关系了。娘，您别说了，我看见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我就来气。哎，你这次回来难道就没有别的想法吗？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一切都晚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直接去的周家，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，周彪不原谅我，要直接把我赶走。我为了能留下来，我连墙都撞了。您瞧，我头上还有伤呢。哎呀，你傻呀你做做样子就好了呀！你还真想撞死明志啊？你脑子不是有毛病吧？我没用力，院墙都是石头堆砌的，就是倒霉的撞到了带尖的石头上。后来呢？后来他们请来了郎中，给我号了脉，又对我头上的伤口进行了处理，甚至晚上李氏还给我做了一碗肉汤。我以为他们是看到了我的诚意，原谅了我，谁知道吃完了饭，他们就把周家的长辈找来了，家人把我围在一起，周彪直接甩了我休书，他把我休了。我不同意，周家的叔公就来恐吓我，说我跟人私奔是要进猪笼的，是周家不同意这样做，如果我不知道好歹，我就要被进猪笼，我只能被迫接了休书。现在我跟周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胡适的母亲气得站了起来，就你这脑子，事情都让你办砸了，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你为什么不先回来告诉我？我背叛了周彪，也犯了7出，他们要休了我有理有据，就是告诉了你又能改变什么呢？你非要承认你跟人家私奔呀？谁看见了？有证据吗？你就说你被人给骗了，那人是人牙子，在拐卖你的过程中你逃跑了，是吧？为了回来，你历尽千辛万苦，一边乞讨一边寻找回家的路，在外流浪了3年，重新找回了家里面，反正也没有证人，怎么说都是你嘴巴的事。他们就算是不信，最起码没理由写休书吧？你现在依旧是他们周家的媳妇儿。胡适被母亲的话给惊呆了，母亲太聪明了，她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娘，咱们能不能去官府申诉，让休书无效啊？那不行，你跟周家人这样说，他们没有办法求证。你要是跟官府这样说，官府求证的话就更容易暴露了，不能这样做，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周彪很快就要成亲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你说周彪要娶亲了？听说那姑娘对周彪一见钟情，不嫌弃他有过婚配，还带着一个孩子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姑娘的家境还很好，好像是住在镇子上的。一个山里的糙汉子还有孩子，那姑娘家境那么好，凭什么就对周彪一见钟情了？就算他一见钟情，难道他家里的父母也跟着他一起胡闹？娘，你的意思是？还不是看在他们周家会治兵吗？这可是个1本万利的买卖，今后发财那是迟早的事。这样的姑爷啊，就算是已经当了爹，只要是正妻，他父母也会同意的。他父母有眼光，看到周家迟早会发达。越听母亲的分析，胡适就越后悔，不甘心，好像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样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咱们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那周彪不跟你在一起，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能让这样的好处落在别的女人手里。这样能行吗？要是把他们婚事搅黄了，我得不到任何好处。他们现在同意我随时可以去看孩子，我要是这样做，被他们知道了，今后连孩子都不给我看了。这次回去，小宝根本不认我，我想抱他一下，他都不愿意。如果我不跟小宝缓和关系，让他认我这个母亲，今后他就把我彻底给忘了，最后我什么都得不到。你都说了，小宝现在不跟你亲，连抱都不让你抱。
候，只要他们周家人在孩子面前不断说你坏话，那孩子永远都给你亲不了，这就是他们故意的。那孩子从小就被他们灌输你这个母亲种种不好，他从小听到大的，他对你的厌恶深深刻在脑子里面的。这样的孩子呀，费多大的力气都没用，还不如为自己打算，多弄点钱在身上的实在。以后啊，娘再给你找一门好亲，重新再生一个孩子，你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培育孩子身上，你亲自带的，永远都给你，总比把时间浪费在周小宝的身上要强得多，你说是不是？胡适想到小宝跟他说的那些话，看他时那冷漠的眼神，还跟他们周家的人一样要把自己赶出去，他的心里没有一点自己的位置。他娘说的对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连亲娘都不认的白眼狼身上，还不如自己以后重新说了婆家再生一个。娘，您说的对，你要怎么做我都听您的。哎呀，你是娘的孩子，娘只会帮你，不会害你的。这件事你就按娘说的去做，我保证他们乖乖的拿钱回来。胡适想通了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也没有那么纠结难受了。娘，家里还有没有吃的？我早上没吃饭，现在肚子好饿呀。早饭我们都吃完了，还有一块糙米饼子，本来打算给你弟妹吃的，她现在怀有身孕，不能让她饿着。那你没吃饭你就吃呗。娘，我知道这个世上只有您对我好。你知道就好。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原来住的那个屋子现在已经成杂物房了，你自己去收拾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收拾。哎呀，你呀，这次回来的太突然了。你爹和你弟每天上山砍柴，拿去镇子上卖，赚回来的钱也只能是勉强吃饭而已。你弟媳妇现在又怀孕了，看到你又回来了，多个人那就是多双筷子，心理压力肯定大。所以你回来的时候，他才会是那个态度，你就别放心上就好了啊。我知道了，娘。你说你现在的那个男人是做买卖的，那你跟他这些年就没存点私房钱？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钱，用在家里的生活上，那个时候日子确实过得挺好的。后来也可能是他对我厌倦了，每次给的钱都只够吃饭的，再后来就直接不给了。我要是开口问他要，他就动手打我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回来找周彪的。我们家生活困难，你爹和你弟也赚不到什么银钱，你在这里暂时只能跟我们吃糠咽菜了啊！你去收拾一下吧，我去跟你弟媳妇解释一下，她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，不能因为这点事情让她心里不舒服，不是？胡适他娘一脸失望，说完就要走。娘，您等等。怎么了？胡适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一个钱袋子，里面鼓鼓囊囊的，他从里面拿出2个银子。娘，这差不多有2两银子，给你用来当做生活上的开销吧。弟媳怀了身孕，需要吃点好的补充营养。胡适他娘睁大了眼睛，一脸惊喜的接过胡适递过来的2两银子，喜笑颜开。哎呦，你不是说他不给你银钱用吗？我看你钱袋里还有不少钱呢，这钱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娘，您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？你不会是从周家偷来的吧？不是，我现在的那个男人做买卖，这些钱都是他赚的。他回来跟我炫耀，说他赚钱了，就是不给我花。他当时喝得醉醺醺的，睡着的时候，我拿棒槌对着他的脑子捶了2下，然后他就昏迷不醒了。我就把这些钱拿着跑了回来。你倒是做了件聪明事啊，只是你会不会把他给敲死了？他要是死了的话，那官府一定会通缉你的。应该不会吧？我走的时候他还喘气呢，我也没想把他给打死。哎呀，就算死了也没关系，他又不在我们西门镇，距离咱这里那么远呢，咱们又是山里，跑不到这里的。闺女，你从他身上拿了多少钱回来？我也没仔细数，应该14、15两银子是有的。这么多呢？哎呦，闺女，你终于做了件让我满意的事儿了。闺女，你把钱给娘，娘给你收着，放在你身上不安全。胡适犹豫了一下，这些钱可是他今后的保障。怎么，你对你娘我不放心啊？不是，娘，我怎么会对您不放心呢？这就对了，你可以对任何人不放心，但是你娘你绝对要放心，你是我闺女，你的钱放在我这里会更安全，我能害你吗？胡适想想母亲说的也对，他不应该对自己的母亲抱有警戒之心，不会有母亲害自己孩子的。娘，给你帮我收着，给你的那2两银子，让爹去镇子上多买一些米面回来，顺便割点肉给弟媳补身子。哎呀，还是我闺女好呀，有钱也不忘了娘家。你放心啊，以后啊，娘一定脱媒给你找一个跟周彪一样好的相公。说完，接过胡适递过来的钱袋子，我去跟你弟媳妇说啊，你这大姑姐儿还要买肉给她补身子，我让她来给你道歉。不用了，娘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计较，相信弟媳也不是故意的。那怎么行？我怎么能让我闺女吃亏呢？这件事情听我的。好吧，姐都由娘来做主，你先收拾东西，我这就去找她。说完就走了。见到母亲这样高兴，胡适也从心里感到高兴。之前提心吊胆的生活终于快要回到正轨，有娘家给他撑腰，他的心也放了下来。胡适的娘还没到儿媳的门口，就看到儿子胡斐背着柴回来了。哎，你爹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爹还在山里，我先背点回来，喝口水就回去。说完，走到墙角边，把身上背的柴放了下来。你跟我进来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娘，有啥好消息啊？胡适娘直接把那个钱袋子拿了出来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钱袋子吗？你拿过去看看。胡斐伸手接过，打开看到一袋碎银子，惊讶的瞪大了眼睛。娘，这是银子，还真是银子。娘，这些银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姐带回来的。
我姐，她不是跟人私奔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哎，她让人给骗了。她现在的那个男人不是个东西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说。太好了，我姐呢？怎么没看到她？收拾杂物间呢。娘，她都这样了，给咱们这么多银钱了，您怎么还让她自己收拾呢？我过去帮她。她就给了我们2两银子。明个你跟你爹去西门镇卖柴火的时候啊，多买些米面回来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打些肉回来，咱们好好吃一顿。这其余的钱呢，是我要过来。我跟他说，先给他保管着，他才把钱给我。哎，对了啊，等会儿你们见面的时候别乱说啊。这些钱不是给咱们的呀？有什么关系啊？钱在咱们手里，他还能拿回去吗？娘，您是说这些钱您不给他了？当然了，不仅这笔钱不用给他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还会有一笔进账的。到时候咱们家3年5年吃饭是没问题的。胡氏娘把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。娘，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你姐都答应我跟我一起弄这笔钱了。那姐也答应把钱也给咱们？你不用管她答不答应，她不会在咱们家待一辈子。等这些钱弄到手，我就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。这些钱我可不能让她带走，留着养活我孙子不行吗？你就不怕我姐跟你闹啊？哼，她不敢，她现在是无处可去。她现在的那个男人可不会轻易放过她，能依靠的就只有我们。她不敢不听我的话。说完看了一眼儿媳，哎，秀儿啊，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刚才对你姐态度不好，你应该过去给她道个歉啊，这样她就更愿意配合咱们做事了，知道吗？秀儿没想到婆母真够狠心的，胡氏再怎么不好，那也是她的亲闺女，她对她的亲闺女都这么狠，这个婆母真可怕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没有，我愿意。那就好，你跟她道个歉，换来你能吃饱饭，这不委屈你，知道吗？是啊，娘说的对，那就听娘的，以后姐的钱就是我们的钱，别说道歉，就是给她跪下磕头都不为过。姐，你回来了。胡氏一抬头便看到了胡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小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都变成大人的样子了，爹呢？哦，爹还在山里呢，他要是知道你回来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走的这几年，我们一家子都惦记着你，担心你在外面会不会受苦，会不会吃不上饭。现在看到你好好的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你的事儿，娘跟我说了一些，周家不要你，你还有娘家呢，以后你就在家里安心的住着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大姐，刚才是我不懂事，对你的态度不好，也请你不要跟我计较，好不好？怎么会呢？我都没放在心上。姜慈跟周成一起去了西门镇。你说咱们这次要不要把胡氏回来的消息告诉庄秋云啊？可是胡氏已经走了，大哥也把他给休了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还有必要跟他说吗？如果胡氏彻底放下了，不说是没关系，可是胡氏早上走的时候能看出来是不甘心呀。胡氏的娘家人也不简单，特别是他的母亲，那可是个很厉害的主啊。3年之前胡氏离开的时候，大哥抱着小宝去他家说明情况，他们还反过来问我大哥要人呢，说他们怀疑胡氏被我大哥给害了，这事儿差点闹到官府去呢。姜慈并不觉得奇怪，一家人不可能出2类人。哎，要你这样说的话，还是有必要跟张秋云说一下，做个预防。我也是这个想法呀。他们去义庄送了冰块，从义庄出来，直接朝张家豆腐坊的方向赶路。张秋云大老远就看到了他们。阿慈，周大哥。姜慈跟周成当然也早就看到他了，姜慈也跟他挥了挥手，笑着对周成道：“这姑娘太可爱了，乱了辈分。”他跟大哥成亲之后，自然会改口的。说的也是。俩人说着话就来到了摊位前。阿慈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大哥呢？姜慈指着周成，喏，这不是吗？不是，说的是周彪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大哥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今日在家休息呢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本来这件事儿我们不想告诉你，但是为了你跟大哥的婚事能不出现任何的疑问，我跟阿成觉得让你知道会更好一些。或许你听了心里会不舒服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听的。张秋云一听，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有人过来买豆腐，他都没有心情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豆腐不卖了。把人赶走后，看向姜慈跟周成，你俩也太严肃了，把我都弄紧张了都。难道有人看上周大哥了？你别紧张，不是多大的事儿，是胡氏回来了。他现在的男人对他不好，他后悔了。昨天去了家里要跟我大哥和好，被我大哥给直接拒绝了。3年前他跟人私奔，大哥没有办法彻底跟他断绝关系，正好趁着他这次回来，大哥直接写了休书，把他给休了。他们之间彻底没有关系了。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干嘛说的那么严肃啊？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，吓死我了。张秋云紧张的心彻底放松下来，嘴角的笑容又爬了上来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大哥休了他，他是很不情愿的。他昨天为了让大哥原谅他，能够继续留下来，不惜去撞墙还昏倒了，最终大哥还是把他给休了。他心里肯定是不甘心的。早上走的时候看我们的眼神满是敌意，说话也阴阳怪气儿，所以我们担心他会来找你，阻止你跟大哥的婚事。哈，跟人私奔了还想回头，脑子不清楚吧？我们镇上有一个跟人私通的，被抓到了，当天夜里就给陈塘了，他还敢回来？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好不容易找了个男人，他还想跟我来抢，只要他敢来找我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谁都不能影响我的
婚事。听到张秋云这霸气的回答，姜慈跟周成都安心了。来都来了，去家里坐坐呀，我爹娘都在家呢。今天就不去了，你大哥情绪好点了吧？他没事啊，这事儿不超过3天他就放下了。大哥那人我可太了解了，刚刚跟人出去喝酒了。三人又说了一会话，然后就分开了。回到家里，姜慈就把今日赚来的钱都给了婆母李氏。李氏接过银钱，开心地说：自从咱们家开始治冰，每天金钱的速度就像是流水，哗啦啦的，钱袋子都该换了，都快要装不下了。买牛车的钱都快赚上来了，这冰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只可惜只能卖2个月，要是1年4季都能卖该有多好，咱们1年就发达了。姜慈被婆母那贪心的样子给逗笑了。赚钱不用急，是你的财跑不了，咱们早晚有一天会发达的。我就喜欢听你说话。娘，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跟阿成把胡氏来家里的事跟张家的小姐说了。你们怎么把这种事跟他说呀？他听到这些能高兴吗？要是一生气反悔了，不愿意跟你大哥怎么办？娘，你别紧张，我跟周成之所以跟张家小姐说这件事，是为了避免胡氏从中使坏，破坏张家小姐跟大哥的亲事。他心里有底，再遇到什么事儿，他也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咱们告诉他，总比突然从别人嘴里知道要好。李氏想想也对。那张家的小姐听了你们的话是什么反应？没生气吧？她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小姐，自己有主意呢。她听了之后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，说如果谁要破坏她的婚事，跟她抢男人，她让那人吃不了兜着走。她真这样说的？大哥真是有福气，能娶到这样的好姑娘，我都喜欢她的性格，跟男人一样爽快。这姑娘我虽没有见过，但是感觉也是个有趣的人。她是很有趣，以后咱们家就更热闹了。周彪这个时候走了进来，笑着说：你们说谁要来咱们家？你未过门的媳妇儿。你们今天见到他了？我还把胡氏来家里的事也跟他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他说好不容易找到他喜欢的男人，谁都别想把你从他手里抢走。周彪心里美滋滋的，嘴角的笑想压都压不下去。那姑娘虎不拉几的，确实挺可爱的。第二天，周彪跟周成2个人拉着一车的冰去了西门镇售卖。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今日来镇上卖冰块，对冰块有需求的人早早的就在西门镇的牌坊门口等着了。牛车还没到西门镇牌坊的门口，就被拥挤过来的人群给围住了，几乎是瞬间的功夫，一车冰块就被一抢而空。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确实挺夸张的。哥，去见嫂子吗？你们昨天去过了，今天就不去了，回家吧。说完走过来坐在了牛车上。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，身上的穿着看着普通，但站在那里的气势就能看出他一点都不普通。等到人群逐渐散开了，他这才走了过来。周成拉紧了缰绳，牛也迈开了腿。等等！周成跟周彪同时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，见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朝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。这谁啊？是你们认识的人吗？我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呢。他松开了手里的缰绳，牛车停了下来，周彪也从车上跳了下来。你是叫我们吗？打扰了，我刚才看到你们在卖冰块，能问一下你们这些冰块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周成也从牛车上跳了下来，来到周彪的旁边。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答您，但是您想买冰块的话，后日我们还会过来。你刚才也看到了，就算你过来也不一定能买得到，什么时候能买到那也要看运气的。你别误会，我有个买卖想跟你们谈谈，你们能做主吗？如果你还想打听冰块的来历，那就不用谈了。如果想购买冰块，这个可以谈。是这样，我看到你们卖冰块四四方方的，边角也很光滑，我猜测呀，应该是用模具做出来的。这冰块是你们制作出来的，对吗？就算你说对了，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想买你们制冰的手艺。不卖。男人伸出一根手指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1万两白银。这个数字把周成兄弟俩都吓了一跳。1万两白银，那可是天文数字，平时想都不敢想的数字，今日却从这个男人的嘴里轻飘飘地说了出来。你们不用着急回拒绝我，可以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住在春满楼8号房间，你们想好了的话，明日来春满楼找我，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考虑考虑，也希望明日能够看到你们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这什么人呢？他说话不是我们本地的口音，还住在客栈里，难不成专门是为了咱们这制冰手艺来的？你说的不错，他就是为了咱的制冰手艺来的。1万两白银确实很多，但是他们如果得到了配方，赚的可就不是1万两了，10万两、100万，甚至1000万两。咱们以后好好做，10年之内也能赚到。我觉得绝对不能卖。周成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先回家吧。回家问问弟妹吧，她脑子好使，或许跟咱们有不一样的想法呢。路上一点都没耽搁，太阳还挂在头顶，他们就回到了家里。姜慈、小宝还有婆母都坐在婆母的房间里，边上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块的冰，房间里就像是开了空调一样凉快。二叔跟爹回来了。正在玩耍的小宝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姜慈跟周氏也跟着出去了。亲哥回来真早。
娘，您都不知道今天有多夸张。今儿个还没进西门镇的牌坊，就被人给围住了，一车的冰块，一眨眼功夫就被抢光了，真的太抢手了。只是不好运出去，否则有多少就能卖多少。只可惜牛车只能装那么多，想多赚钱也运不出去。娘的房间里有冰，快进去凉快凉快。周成跟周彪2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屋子。今日还遇到了一件稀奇事儿呢，有人出价1万两白银买咱们的制冰手艺呢。1万两白银？确实是1万两。他说的时候，我跟阿成都吓了一跳啊。咱们西门镇还有这么有钱的人呢，西门镇真是藏龙卧虎啊。那人说着外地的口音，还住在福满楼的客栈里，不是西门镇的人。那人虽然穿着普通，但是眼神犀利，很有气场，能看得出不是一般人呢。你们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跟阿成都想着要拒绝的，可那人好像知道我们的想法。我跟阿成还没开口，他就说不要先急着回答他，让我们考虑考虑，如果考虑好了，叫我们去福满楼找他。不能卖，咱们这制冰的手艺可远远不止这些钱。我跟阿成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担心那个人没有达到目的，不会善罢甘休啊。难不成他还能来家里抢不成？制冰的手艺利润太大了，谁得到这门手艺，谁都能赚大钱。他都能拿出1万两的白银了，所以说明他对这个制冰手艺势在必得。有能力拿出1万两白银的人，绝不是简单的人。阿慈说的对，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咱们恐怕会惹上麻烦。明天咱们去见见那个人。你见他做什么？阿慈，你不会想把制冰的手艺卖给他吧？这个要明日见了面才能决定。如果是咱们惹不起的人，只要价钱到位，卖给他又有何妨？这是咱们赚钱的门道，别人知道了会影响到咱们赚钱。刚才大哥不是说了吗？那人是外地口音，还住在客栈里，就说明他不是这里的人。不是这里的人对咱们没有影响，又不是把制冰的手艺卖给他，咱们就不能制冰了。咱们依旧可以自己制冰买卖呀，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能大赚一笔，何乐不为呢？1万两白银啊，咱们最少也要10年时间才能赚到，卖给他是咱们赚。你说的是很有道理，但是他们要是不让咱们继续制冰呢？那就更简单了，要么花大钱一次性买断，要么不卖给他，他自己会选择的。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，老天保佑明日一定要顺顺利利的。今天都20了，还有4天就到老大大婚的日子，咱们还要防止那个胡氏捣乱，千万别什么事都弄到一起来了。大哥，你明日留在家里看家，胡氏要真来家里，咱娘一个人对付不了。我不去，你们俩能行吗？放心大哥，我们是跟他谈买卖的，又不是去打架的，不需要人多，我跟阿成足可以对付了。明日他只能客客气气的，除非他对制冰的手艺失去了兴趣。好吧，那我明日就留在家里。说完站了起来。今儿个时候还早，二弟要不要进山看看？或许还能有不少收获呢。你昨日不是去过了吗？昨天我只收了一半，昨日没敢进深山，正好今日有时间，我想过去看看。哥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棵野桃树的果子也该熟透了，咱们多摘点回来。我也跟你们去，把那些熟透的桃子弄回来，明日去西门镇给卖了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周彪跟周成都同意，周小宝也想去。你太小了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我们要保护你，会连累我们也会有危险的。等你再长大一些了，再跟我们去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我就等我再长大一些，不用你们保护我了，我再跟你们进山。我们很快就会回来，你跟祖母在家等着我们回来。小宝点头说好。3个人刚出大门，就碰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人，那人就是胡氏跟他的母亲。哟，你们这是要进山呢？我跟胡氏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哼，我来替我闺女讨回公道，你凭什么休了我闺女？还要点脸不？小的不要脸也就算了，老的也不要脸。你们家的脸都是城墙做的吗？这么厚？周彪，她是我娘，怎么说她也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你的教养呢？死一边去！我怨他老几，赶紧给我滚，要不别怪我不客气。胡氏娘根本不在乎，直接走到周彪跟前，头往他身上靠。来，快对我不客气！老娘我肚子里正缺油水呢，你敢碰我一下试试？姜次赶紧把周彪拉了过来，别冲动，你要是动了他，直接赖在咱们家了。李氏跟周小宝听到外头有动静，也都跑了过来。姜次看向胡氏，你不是说要跟孩子修复关系吗？你们这样过来闹事，孩子更加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跟我儿子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掺和。今天我们来就是来讨公道的，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李氏冲了过来，伸手就给了胡氏一巴掌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？能不能给你儿子留点尊严？你跟人私奔，把你休了，你还有理了？胡氏被一巴掌打懵了，他没想到李氏会对他动手。凭什么说我闺女跟人私奔了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啊！你们造谣我闺女啊，让我闺女名声尽毁。现在倒好，周彪想娶新媳妇儿，就把我闺女一脚给踹了。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你们今儿个必须给我闺女一个说法。这边的动静太大，住在周家附近的村民听到了，都过来了。胡氏跟一个收山货的男人走了这件事，村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，并且他昨天在我们家的时候也承认了，还跪下来给我儿道歉，甚至去撞墙求我儿原谅他。今天跑过来又不承认了，你太不要脸了吧！当时胡氏跟那个收山货的男人走的那天，就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也看到了，
看到了就是私奔吗？闺女，你过来，你跟他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。我也是受害者呀。当年那个男人，他表面上是收山货的，其实就是个人牙子。他骗我说对山里的路不熟悉，给了我1两银送他出山。我当时鬼迷心窍了，就想赚他那1两银子，就答应了。谁知道还没出山，我就被他打晕了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。他把我绑起来关在柴房里，把我给卖了。卖家带我回家的路上，我找了个机会逃跑了。我一边流浪一边寻找回家的路，老天有眼，让我流浪了3年多，又重新找了回来。可等我回到家，才知道被人谣传我跟人私奔了。我真的是冤枉啊！我说的是事实，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。这个解释很完美，最后还发了毒誓。围观的村民们也有些怀疑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冤枉了胡氏？大家别信他，这俩母女就是个谎话精。胡氏昨天在家里的时候亲口承认的，还说那人对她不好，经常打骂她。她说她回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咱们说话凭证据，你说我闺女跟人私奔啊？你拿出证据来。没有证据，这休书你也必须给我收回去。我闺女还是你们周家的媳妇儿，没有证据，那休书就作废了。走，娘送你回家。周彪直接挡在他们面前。休想！我已经把胡氏休了，我们周家的长辈做了见证，你要是敢迈进去一步，我要你们的命。我知道你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不可能让我再进你家门。我强行留在这里，你们也不会好好待我。我们可以各退一步，我不能被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给休了。我的名声也被你们给败坏了，我也嫁不出去了，这辈子都被你们给毁了。你们必须给我足够的赔偿，让我活下去。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你们今日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吧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1分钱我都不会给你这样的女人。好啊，那咱们就继续做2口子。我这个正妻不同意你纳妾，你的这门婚事必须作废。你们想要多少银钱？我要的不多，我要100两。胡氏狮子大开口，围观的村民都被吓了一跳。这娘俩是过来打劫的吧？啊呸！怎么就能这么不要脸呢？真是无赖！我的后半生都被毁了，我要100两，合情合理。闺女，不用跟他们解释，他们爱咋说咋说。然后看向周家人，怎么样，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如果你们想要钱，看在你是小宝娘亲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些，没问题。但是你一张口100两，我们没有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只能去趟官府了，让官府来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。你要不怕耽误了你大哥的婚事，那咱们就去官府啊！我们不想耽误你大哥的婚事，我们可以退一步，80两。我知道你们家能拿得出来，为了这点钱把你们家大哥的婚事耽误了，不值得。胡氏母女是做好准备来的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钱。周家人没有任何的准备，直接被他们将了一军。如果不答应他们，大哥的婚事真的会被他们搅和黄了。你们娘俩就在这里做梦吧，想赖银钱，这辈子都别想。我周彪有钱给扔了，给乞丐，都不浪费在你们这种烂人身上。阿成，不用跟他们多费口舌，咱们回家。周彪转头就要走，胡氏娘见他油盐不进，心里也着急，一把拉住了。周彪，你舍不得钱，那休书就作废了啊！我闺女还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她就有权利继续待在这个家里。周彪用力甩开了他，胡氏娘被甩得老远，差点摔倒。你们敢踏进我家试试，我把你们腿打断！阿彪，娘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来解决。您跟弟妹还有小宝先回家吧。娘，咱听大哥的，走吧。娘，走吧。李氏虽然不大情愿，但是儿子们跟儿媳都这样说了，只能听他们的，一起走进了院子。阿彪有些冲动了，那对母女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，不能答应他们。要是把钱给他们，咱们不是承认他不是跟人私奔吗？既然不是私奔，大哥把他给休了，就说不过去。他们以后要是继续以这个理由来找我们的麻烦，怎么办？你说的对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周彪还站在原地，看向围观的村民。大娘、婶子们，离这俩人远点，别沾了晦气。周彪转身回了院子。胡氏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虽然你不承认，但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周家两兄弟可不是好惹的，我劝你们别自讨苦吃，回去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吧。哎呦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够拿耗子多管闲事你！老娘我可不是吓大的。今日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绝对就不走了。说完也跟着跨进了大门。周彪见胡氏母女不知死活，他随手就把靠在墙上用来挑水的扁担拿在了手里，转身就朝着他们甩了过去。胡氏母女被吓了一跳，赶紧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母女两个直接双双后仰，倒在了地上。胡氏从地上坐了起来，看到他娘还躺在地上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胡氏娘闭着眼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娘要是出事了，就是你们的责任，还不去叫郎中？出去看看，人不会真的摔出个好歹吧？就算摔死了，跟我也没有关系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可没碰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摔倒的。大家快帮我叫郎中过来，我娘不行了。哎呦，阿彪，他呼吸很微弱，不像是装的，要赶紧找郎中过来。阿彪，你赶紧去叫郎中过来看看，别真的出事了，多晦气啊！娘，别着急，他不过是昏过去了，我有办法让他醒过来。你又不是郎中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赶紧去叫郎中，不要耽误了救治我娘的时机。周彪拿着扁担走出大门，来到胡氏跟前。
前，姜慈、李氏还有周成也都跟着出来了。周彪看到胡氏娘那张红润的脸，还有心口起伏不平的呼吸，他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，胡氏娘就是装的。你娘没事，就是昏过去了。看到我手里的扁担了吗？用这个就能让你娘醒过来。你用扁担如何让我娘醒过来？你娘不是说我不敢把她腿打断吗？我跟你保证，我这一扁担下去，你娘的腿一定会断掉，同时她就会醒过来。她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把她的腿给打断了？你还是人吗？我不同意。阿彪，娘，二弟说的对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比郎中还有用。娘，咱们往后站站，别被大哥的扁担碰到了。好吧，大家都离远一点，别伤着你们。我不许你们这么做，你们把她的腿给打断了，你们要养活她一辈子。没问题，我天天给她吃肉，一天3顿饭供着她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额外给你100两银子。有了这100两银子，你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娘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这一扁担下去，还不要了她的命啊！你给我再多的钱也没用啊！胡氏娘听了心里美滋滋的，她就知道她闺女不会为了钱让她受到伤害。如果我一扁担把你娘给打死了，我就收回休书，你重新回到这个家里，咱们还是夫妻，以后家里的钱财都归你管。如果你不愿意回来，我也可以给你补偿，你自己说个数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。如果你娘没死，只是断了腿，你依旧可以得到100两银子。你不是说1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吗？你说的这些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大家都在看着呢，他们都可以为你作证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你直接可以去官府告我，把我给抓起来。我娘要是出了意外，我要500两白银，你有吗？胡氏娘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她闺女竟然为了500两银子，连她的命都不要了。她刚刚还良心发现，觉得对不起闺女，没想到胡氏就是个白眼狼，自己真的是看错她了。原来女儿跟自己是一样的人。你的胃口可真大呀！500两我肯定没有，但是我可以每个月给你100两，5个月给完。我要你给我写个字据。那是自然，口说无凭嘛。胡氏又看了眼躺在地上的母亲，一狠心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砸吧。你想好了，我这一扁担下去，你娘就算不死，以后也会是个不能走路的摊子。要是死了，你就没有娘了，还需要考虑吗？我想好了，牺牲她一人，能换来我娘家过上好日子，娘一定也会同意的。动手吧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说着，高高的扬起手里的扁担，然后轻轻地落在胡氏娘的小腿位置，试了试。娘，你们都进去，太血腥了，别吓着您。我可不敢见这样的场面，夜里做噩梦。阿慈，我们走。姜慈也配合着跟婆母走了，然后又看向人群，胆子小的就不要看了。胡氏娘知道自己再不起来，她的腿真的废了。那我开始了。话音还没落下，胡氏娘睁开了眼睛，赶紧收回腿，直接坐了起来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娘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活不过来了呢。胡氏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们都看出来你娘从头到尾都是装的。你跟阿彪说的话，你娘都听到了。娘，你听到的那些都不是真的，是周彪给我下套，我被他给算计了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才做了那样的选择，其实我心里可难受了。胡氏娘本来是想隐瞒的，没想到大家都看出来她是装的，继续装傻也没有意义。现在不是跟胡氏算账的时候，他们还要配合一起问周家要钱呢。娘知道他们给你下了套了，娘不会怪你。来，扶起来。胡氏，你娘什么德行，你心里有数。你为了500两银子可以让她去死，你以为她会不在意，不记在心里吗？我提醒你，等她达到目的了，你的下场不会好的。闺女，你别听她瞎说，她在挑拨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呢。娘，你真的不在意吗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闺女？你看不出来她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娘，您别生气，我相信你。闺女啊，你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，做娘的能跟自己的孩子计较吗？做什么事情啊，多动动脑子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愤怒地看向周彪，你不用挑拨离间，在你跟我娘之间，我当然相信我娘。我不过是提醒你，信不信是你的事。你们母女回去吧，你们别想用任何事来威胁我，你们威胁不到我，更不会从我这里弄到一点好处。不要在这里花费心思了，回去吧。周彪啊，话可不要说这么满呢。你未来的老丈人在西门镇开豆腐坊呢，那家的闺女叫张秋云，年方16。那你既然不拿钱，那我就带我闺女去找他们，我让你这门婚事成不了。没人拦着你们，去吧。你真不在乎这门婚事啊？我当然在乎，只是我知道你们去了不会得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周彪点点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张家豆腐坊，看看我有没有能力让你这门婚事成不了。我等着。哼，周彪，咱们走着瞧，老娘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不成的呢。说完拉着胡氏就走。阿彪，你怎么能让他们母女去你未来的老丈人家呢？他们会毁了你的婚事的。是啊，不能让他们去，给他们点钱打发了算了，他去了呀，事儿就闹大了。多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张家那边知道我的所有情况，不会影响到我的婚事的。24号大家准时到啊，喝我的喜酒。你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。事情了，看热闹的村民也都回去了，周彪跟家人也进了院子。不能让他们去亲家闹，不是给人
添堵吗？得想个法子，不能让他们过去闹。那母女两个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我的情况啊，张家都知道。昨日阿成跟弟妹又把胡氏回来闹的事跟他说了，胡氏母女就是去了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得想个办法，他们只要没达到目的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后咱们的麻烦事儿多着呢，得让他们得到教训，彻底掐断他们的想法。他们就是无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她是跑出来的，要是能把她男人找到就好了。这倒是个好法子，咱们都不知道她那个男人住在哪里，也不好找呀。能不能想个办法，从胡氏的嘴里套出她男人的信息？不现实，有她娘在身边，咱们什么都套不出来。胡氏也不是傻子，她也绝对不会说的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想到一个法子，能让他们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什么法子？快说给我们听听。周彪跟周成也都看向姜慈，也是一脸的期待。姜慈就把自己的办法说了。好好好，我就说咱们全家最聪明的还是你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周彪跟周成的脸上也同时露出了笑容。那我现在就过去。现在去太晚了，这都申时了。胡氏母女要去也得明日了，明日咱们一起去。好，那咱们就明日一起去。胡氏母女离开了周家村。娘，咱们现在就去西门镇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不到西门镇天都黑了，这时候去西门镇，你找死啊你！回家。娘，明天要是周家的人也去了怎么办？去了更好，周彪没有你私奔的证据，他就把你给休了，更能坐实他非法休妻的事实。他们的婚事都已经定下来了，还有几天就成亲了，那不可能取消，他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来破坏这门婚事的。所以就算是周家不拿钱，他们张家也会拿钱了事的。这事儿啊，也会让周彪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大跌的。就算他跟张家小姐成亲了，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夫妻中的一根刺，他们不会幸福的。翌日，周家兄弟跟姜慈三个人拉着一车兵去了西门镇。周彪先去了张家，姜慈跟周成把兵送去了义庄之后，直接去了春满楼客栈。我是客栈的掌柜，免贵姓徐，两位是来住店还是吃饭？我们不住店也不吃饭，昨日跟住在你们客栈8号房间的客人约好了，今日过来找他有事要聊。原来是你们呀！8号房间的客人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。哎，请进吧，牛车放在这里，我让店里的伙计给你找地方放牛车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徐掌柜在8号房间的门口停了下来，伸手敲门。客官，您等的客人来了。啊，进来吧。徐掌柜伸手推开了门。两位请进吧。周成走在前面，姜慈跟在他后面进了屋子。二位请坐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来？1万两白银换一个配方，这是个大买卖，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动心的。请问怎么称呼？免贵姓孙，外面人都称我为孙爷。你叫周成，昨天跟你一起的那个是你大哥，面前的这位是你的夫人姜慈。你家里还有老母亲跟一个小侄子。你大哥这2天就要成亲了，成亲的对象是西门镇上的张家豆腐坊的姑娘，叫张秋云。这个孙爷说起这些，姜慈感觉有点威胁的意味。孙爷真是好手段呀，这就把我们给打听清楚了。您这是威胁我们？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做事情喜欢知根知底儿，这是我的习惯，请不要在意，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。孙爷的话是这样说，姜慈半个字儿都不相信。如果不是威胁，他就不用什么都还没开始谈，就先把调查了他们家庭情况说了出来。我们做的买卖跟孙爷一样，虽然不能跟您一样知根知底，最少让我们知道孙爷是做什么的，这个不过分吧？当然不过分，我是个做买卖的商人，涉猎很广，生意很大，遍及全国。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能在夏季制冰，我很感兴趣，我亲眼看到后就决定要买你们的制冰手艺，所以才对你们做了调查。如果你们觉得不舒服，我可以跟你们道歉。周成跟姜慈对视一，虽然不知道您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们选择相信您。有很多人想买我的制冰手艺，也有很多人想来跟我学习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之所以今日来见您，同意跟你做这个买卖，是因为您出得起价钱。我喜欢你们的坦诚。如果你能把制冰的手艺交给我，1万两的银票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这些银票在国内各地的钱庄都能兑换。您花1万两银子来买我的制冰手艺，就应该清楚，制冰能给你带来成千上万倍的收益。我自己做一样能赚到很多钱，1万两对我们来说就是几年的事儿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？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爽快。10万两，不接受讨价还价。孙爷怔了一下，他也没想到姜慈会直接涨了10倍。正如姜慈所说，制冰的手艺是无价的，花10万两银子，后续可以给他带来1000万两的收入，甚至更多。他思考了将近1分钟。好，我同意。看姜慈的目光带着赞赏，你是我见过最会做买卖的女子。姜慈放心了，这个孙爷都没有讨价还价，直接答应，说明他刚才说的应该就是真的。多谢您的夸奖，要是知道您这么爽快，说什么也得再多要一些。姑娘不能太贪心，10万两已经让我感到心疼了。等您赚钱的时候，您就知道您现在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，全国首富非你莫属。那就借你吉言了。孙爷从旁边拿出一张银票推给他。
这是准备好的1万两，先给你做定金。等明日我准备好剩余的9万两，你把治病的手艺交给我。姜慈拿过银票，银票的最上方写着聚宝堂，这是钱庄的名字。咱们西门镇是不是也有一个聚宝堂？是有一个，靠近光府的那条路上。聚宝堂全国各地都有分号，西门镇的聚宝堂就是分号。你拿着这张银票，只要是叫聚宝堂的钱庄，都可以把钱兑换出来。孙爷，您想得真周到。那这1万两银票我们就先拿着了。我们每天都会来镇子上卖冰块，明日我们来春满楼接您去家里，我手把手教你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说了几句寒暄的话，姜慈和周彪跟孙爷告别，从8号房间出来。今日就跟做梦一样，好不现实啊！老实说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10万两白银啊！咱们发财了，领着这么多的银钱，都可以去皇城下安家了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出去，要不然我们就真的要搬家了。这我知道，咱们把钱放在钱庄里，咱们自己不说，谁也不会知道的。周成点点头。要不要去聚宝斋验证一下这银票的真假呀？不用，他想要的是治兵手艺，不可能还没有把手艺学到手，先给我们一张假的银票。你说的也在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去看一下比较保险。好，反正要路过那，牛车上路，很快就来到聚宝堂的门口。周成自己进去，姜慈在外面看着牛车。不一会儿，周成出来了，验证了这张银票确实是真的。然后2个人赶着牛车去张家。周彪跟姜慈和周成分开之后，直接来了张家。他把胡氏从回来到昨天下午去家里闹事的事儿全都说了一遍。张家人听了也都很生气，一个女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，没把她沉塘是最大的失误。只要他们敢进我张家门，我就用木棍把他们打出去。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啊？这个不用你动手，我找2个人把他们弄到没人的地方，狠狠地揍他们一顿。我看他们今后还敢不敢再有这种想法。不行，你们兄妹2个想得太简单了，要是他们怕这些，就做不出这样毁3观的事儿来。那胡氏那么有心机，来这里肯定是什么都想好了，弄不好啊正中他们的圈套，直接赖在咱们家不走了。伯母说的对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。你们想到治他们的办法了？周彪点点头。周大哥，那你快说来听听。周彪就把姜慈说的那个办法跟他们说了一遍。这个办法得到张家所有人的赞同，都同意跟他一起配合。张家豆腐坊门口马路边上摆放着一个豆腐摊子，豆腐摊子边站着一个美丽的少女。娘，那个卖豆腐的不会就是周彪那未过门的娘子吧？听说这张家就一个闺女，经常在门口卖豆腐，这应该就是她了。这么年轻漂亮，怎么就能看上周彪了？白瞎了一张好看的脸。行了，咱们过去吧。说着朝着张秋云走了过去。张秋云收了顾客递过来的银钱，一抬头就看到有2个女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豆腐摊子旁。张秋云打量了他们一，猜到了这2人能就是胡氏母女。你们买豆腐吗？我们不买豆腐，是专门过来找你的。胡氏说着，佯装很难过的样子，抹起了眼泪。你是胡氏吧？你跟周彪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的婚事，所以你们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。胡氏娘并不觉得意外，周家知道他们会来张家，一定会过来跟张家说一声的，这个在他的预料之中。胡氏下跪还哭哭啼啼的，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。有热闹看，没人能抵挡得住这样的吸引力。胡氏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姑娘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周彪可不像他表面上那样憨厚了。你别以为他们周家有治兵的手艺，以后就能大富大贵，那可也要看看他的人品不是？否则呀，等他发达以后，下场不会比我闺女好到哪去的。你看看这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这里说话被人听到了，对你影响。你看，咱们是不是去你家里聊聊？我们也见见你的父母不是？我父母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想见就能见到，他们很忙，没时间见一些无聊的人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影响。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们家闲话吗？你不怕呀，我们家做事童叟无欺，堂堂正正，只有小人才怕别人说闲话，我们家不怕。你是有什么事啊，就直接在这里说吧。张秋云一脸不在乎的样子，胡氏娘一时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进家门，她怎么开口威胁他们要钱？这不在她的计划内。跪在地上的胡氏跟她娘一样懵。是啊，人家姑娘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哎呦，这事儿可关乎你们张家的名声啊！如果你不在乎你们张家的名声，那我无所谓。我今儿个就是过来为我闺女讨个公道。你说吧，我们都来听听。张父冷着一张脸从大门里走了出来，张母、周彪跟在他后面也走出了大门。这么多人围观，难道他们就不顾及名声？这家人好像跟正常人的脑回路不一样啊！我是张家的当家人，我身边这位是我夫人，周彪是我未来的女婿。刚刚我听说你是来为你闺女讨回公道的是吗？是，没错。好吧，我们都在。如果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给你一个公道。如果你胡搅蛮缠，专门有目的的毁我闺女和张家的名声，是要进官府的。如果你们放弃，现在就回去，我不会追究你们来这里闹事的责任。看到还跪在地上的胡氏娘心里憋屈，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。都这个时候了还跪着，她伸手去拉胡氏这才站了起来。起来，这是
我闺女，也是你未来夫婿明媒正娶夫人。你闺女跟我女婿这桩婚事，我闺女不同意，他们的婚事作废。周围看热闹的人一听，都开始议论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怪不得来闹呢。这夫人怎么能给小妾下跪呢？简直天理不容。哎呀，这要是个小妾，我们也不能来，不是啊？是我这女婿为了娶他家的姑娘做夫人，把我闺女直接给休了，然后直接把我这闺女给赶出了家门。哎呀，你们说这天底下有没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哟？真是欺人太甚，无法无天了。直接去官府，官府老爷会替你做主的。我这闺女善良，还顾及着我姑爷的面子呢。我们也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找他们张家来解决问题。你们说我们这样做有错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赶紧给人一个说法。那样的人还敢把闺女嫁给他，不怕将来也跟这位娘子一样的下场吗？听到人群里不忿的声音越来越多，周彪走到了前面。大家请安静，听我说几句。这对母女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。3年前，她抛下2岁不到的孩子跟人私奔，前2日回来了，说她现在的男人对她不好，要跟我重归于好。我直接拒绝了，并且把她给休了。他们不死心，跑到我家威胁我，让我拿出100两银子，要不然就把我的婚事搅黄。我仍旧拒绝了。他们见到在我这里弄不到银钱，又威胁我说要来我岳父母家。他知道还有2、3日就要成亲了，笃定这门亲事不可能取消，就想过来用这样的借口威胁他们，想让我岳父母一家出钱了事。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众人一听炸锅了，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般炸裂的事情。之前同情胡氏母女的人感觉受到了欺骗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，跟人私奔了还敢回来。哼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，还能要点脸不？知道要脸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差点被这母女给骗了，冤枉了这位公子，太不要脸了。娘，嘿，你胡说，我闺女根本就不是跟人私奔了。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说，你就是想毁了我闺女的名声。你这居心太恶毒，你有这种理由休了我闺女不说啊？你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羞辱我，口口声声说我闺女跟人私奔啊？那你把证据拿出来，你没有证据你就给我闺女的休书，我们不承认，我闺女依旧是你的正妻。她前天回到我们家的时候，跪在地上求我原谅，亲口承认她跟人私奔的事。这事我不是没有证据，而是看在她是我孩子娘亲的份上，我不想坐实这件事情。但是这对母女欺人太甚，以为我没有证据就可以来威胁我，威胁我岳父一家，这是我不能容忍的。哼，来，废话少说，别的不说，证据尽管拿出来。老木匠跟他徒弟走了过来，这件事我能作证。胡氏吓了一跳，这人他见过，是在周家打家具的木匠。嘿呦，你谁呀你？周彪花了多少银钱让你过来做假证啊？你闺女我见过，她还跟我打过招呼。胡氏不敢跟老木匠对视，目光躲闪，让人一看就知道心虚。胡氏娘见闺女这副神情，知道这个人说的应该是真的。你见过他？他是个木匠，给周家打家具的。他说的不错，我跟徒弟在周家干活，我们见证事情的经过。周家公子说的都是事实，胡氏确实是亲口承认他跟人私奔，是要去过山外的生活。他为了能留在周家，最后还去撞墙，希望以此极端的手段得到周家公子的原谅。他额头上的那个伤就是那天撞的。你胡说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这样的害人的谎言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你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家别信他，他肯定是被周家人给收买了。这师傅说的没错，我也可以作证。如果我们做假证，天打雷劈，你们敢发誓吗？我当然敢。如果我们说谎，就让我闺女这辈子找不到婆家，孤独终老。不行啊！我听说你孙子快出生了，那就用你孙子来发誓。如果你说谎，你孙子出生就没，或者你家永远生不出孙子。你放屁！小小年纪嘴巴这么恶毒，你以后才生不出儿子呢。你儿子才没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不敢发誓。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吗？怎么不敢发誓了？是啊，你赶紧发誓，我们就相信你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我不跟你们说，这件事情没完。说完，拉着胡氏转身就要走。慢着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？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你不承认，以后还要继续找我麻烦，那咱们只能去到官府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了。不行，我才不跟你去官府。娘，咱们不能去官府。胡氏娘同样清楚去官府的后果，胡氏对她已经没有了用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跟我说不是私奔。作为他娘，我当然要为他讨回个公道。你要是想去官府找他，那跟我没关系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胡氏愣在原地，他没想到他娘竟然这样把他给抛弃了。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胡氏娘见他追了上来，也撒腿就跑。胡氏跟在后面追，惹得围观的人跟着一起哄笑。人群中有一黑脸男人，面无表情，看着跑远的两人，看起来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。周彪对老木匠跟他徒弟表达了感谢，留他们吃饭。老木匠拒绝了。你们是好人，见不得你们这样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冤枉。就是你不去找我，我知道也会主动站出来的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做，在此告辞。
老先生，您可不能走，一定要留下来吃顿饭。张父上前笑着说：我家里也要做一些木工活，正好留下来吃饭，咱们一起聊聊。老木匠喜笑颜开，人家都这么热情了，他硬是要走的话，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，便答应留下来。阿慈跟周大哥去义庄送兵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事情办完就应该回来了，您不用担心。胡适紧赶慢赶才追上他娘。娘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是您闺女啊！你不是我闺女，我闺女不会为了钱要我的命。您说您不在意的。如果我这样对你，那你心里介不介意？你是我娘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娘，咱们是母女，您今天不是也抛弃了我吗？咱们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我无处可去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胡适娘直接甩了他一个耳刮子。那你就啊！你不要来拖累我，要不是看在能捞一笔钱的份上，我压根就不会收留你。娘，您对我的好都是假的，就是为了从周家弄钱。哎，对，就是为了钱。你以为是什么？我是你闺女啊！哼，你不是我闺女，你是我在路边捡的。本来指望你嫁个好人家，我们也沾沾光是吧？没想到你跟人私奔你，我们被人戳脊梁骨，说了多少闲话，多少人在背后骂我。要不是我厉害，早就让人给欺负死了。要不是还有利用价值，我能让你进我家的门。现在你总算死心了吧？你让我把钱都存在你那里，也没打算还给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终于聪明一回了，可惜晚了，算是你赔偿我之前对你的养育之恩了。以后你别再跟着我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胡适没有继续追上去，而是呆愣愣的看着远走的母亲。姜慈跟周成的牛车正往张家豆腐坊走，远远的就看到有两个女人。一开始两人都以为是闹矛盾的路人，走得近了才发现是胡氏母女。胡适跟他娘在路的对面，看来他们是从张家那边过来的。事情应该结束了，咱们回来晚了，一定很精彩，可惜没有看到热闹。这不就是热闹吗？没想到胡适他娘竟然把胡适给抛弃了。周成有些惊讶，姜慈也很惊讶这个结果。一个黑脸男人从他们对面经过，差点撞在姜慈他们牛车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然后就走了。这人真奇怪，这么大的牛车竟然看不到，他说话的声音好像不是咱们这里的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这里虽然是山里，外面有很多做买卖的都会来这里，或者经过这里。听周成这么说，姜慈也就没放在心上。两个人一起去了张家豆腐坊。胡氏娘一路骂骂咧咧，来到他男人跟儿子等他的地方。娘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嘿，气死我！事情失败了，不仅钱没拿到，差点让他们送去了官府。哎呀，走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说完就走。胡斐跟他爹跟在他后面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有10成的把握吗？哎呀，你提这个我就想生气。他们给我们设了个套，找来了证明那死丫头跟人私奔的证据，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。娘，我姐呢？她被抓走了。哼，那个蠢货让我赶走了。但凡能聪明些，不至于这么狼狈。他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，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您把他赶走了，他的钱都存您这儿了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一个女人要去哪里啊？娘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哼，一点都不过分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昨天下午我要是晕过去了，你娘我这2条腿就没了。丫头为了银钱，她不顾我死活，她不是个好东西。要不是看在她还有价值，昨天晚上我就让她滚蛋了。留在家里每天就知道张嘴吃饭，她多吃一口，咱们就少吃一口。您不是说要给她找个婆家吗？直接把她给嫁出，还能要点彩礼，也比这样对她强啊。她又不是小姑娘，跟人私奔的名声都烂了，一时半会儿去哪里找？一日找不着，她就要在咱们家里多待一日，哪一天不要吃饭呢？要是1年半载找不着，咱们还不是要管她1年半载的伙食吗？哎，这不划算。我们呐也别可怜她了，她有今日都是她自作的。周家是多好的，把她当祖宗一样供。周彪1年能带她回娘家好几趟，每一趟回来不是野鸡就是野兔子，从来都没空手过。哎呀，那2年是我最怀念的日子。嘿，你说啊，她好日子过舒坦了，她跟人私奔，连带着咱们的名声都受损。他的今天不是我造成的，怪也能怪他自己。要是他没地方去，回来了咋办？难道还要把他赶出去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他不是我闺女，是我路边捡的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你们也不用担心他回来要钱，跟他说钱是他还我对他的养育之恩，他没脸回来跟我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他明明就是你生的，怎么成了路边捡的了？我不这样说，他能死心吗？现在他知道我不是他亲娘，他就没有理由过来找咱们了。他男人听他这样说，也不吱声了。胡适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迷茫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恐怖的声音。胡适！胡适整张脸都变了，他猛地回头，就看到了令他惊恐的一张熟悉的黑脸，他吓得一下子昏了过去。昏睡中的胡适是被水给呛醒，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水里挣扎，他扑腾2下，水不断的往他嘴里猛灌，他觉得自己就要死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腰间一紧，他被一根绳子拖上了岸。胡适死里逃生，趴在地上猛烈的咳嗽起来，突然被人一脚踹在地上，胡适疼得皱起了眉头。当他看到男人那张脸时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是你！黑脸男人在他跟前蹲了下来，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你这个
我差点死在你手里，没想到吧，我找到你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！黑脸男人看他开始翻白眼了，这才松手。你趁我喝醉打昏了我，把我的钱都拿走了，把银钱拿来。钱不在我这儿，都在我娘手里。你这个子，把我的钱拿给你娘，看我打死你！我可以把钱给你拿回来，求你不要打我！哼，你要是敢骗我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我不敢骗你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他家里。黑脸男人站了起来，起来，你带路。要是敢跟我耍花样，我直接把你给剁了。胡适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。还要走多久才到？黑脸男人已经累了，胡适指了指前面的山头，再翻过那座山就到了。见男人态度缓和下来，他试探着说：“我娘是个不讲理、视钱如命的人，咱们直接要的话，她肯定不给。”你敢耍老子？我没有耍你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得想个办法，能顺利的把钱拿回来。我正好有个想法。你最好不要骗我，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快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胡适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。黑脸男人看他的眼神带着好奇。她是你娘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她不是我娘，我一直都是她谋利的工具，是她先对不起我的。娘，馅料还多出来这么多呢。没关系，跟糙米一起做糙米饼子吧，不浪费。婆媳两人正在忙碌着。有人在家吗？胡适娘听到有人来了，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。这男人的脸有点黑，他从来没有见过。你谁呀？我在山里迷路了，想来给你打听一下，周家村在哪个方向？周家村我熟啊，你去周家村找谁啊？周家村的周彪，您可知道？我知道啊，我对他们很熟悉。那你是他什么人？找他做什么？太好了，终于问对人了。我是他山外的表亲，收到他要成亲的消息，我娘让我早点过来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我从来没来过，进山就迷路了，路上问了不少人，把方向都给我指了。我一直在山里打转，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，正好路过你们这里，所以过来打听一下。胡适娘脑子转了转，这也太巧合了吧？怎么就这么巧找到他家里呢？您别误会，我不是坏人。说着，从身上拿出一个银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碎银子。这是1两银子，您能带我到周家村吗？这些银钱就当做酬谢之恩。胡适娘的眼睛都亮了，这个人这么大方，问个路出手就是1两银子。看他手里那么大的钱袋子，鼓鼓囊囊的。哎呦，问个路而已嘛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不过这周家村在深山里，距离这里很远的。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，天说黑就黑了，山上有很多野兽的，你晚上进山很是危险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在我家住一宿，等明日天亮了，我让我儿子带你过去。这样可以吗？我真是遇到好人了，这是2两银子，就算我叨扰您的房费。真是大方呀！哎呦呦，不用，谁还能不遇到点困难呢？在我这里住一晚，怎么能要你钱呢？收回去吧。那怎么行？哪有白住的？我看你们在包饺子，要不就当饭钱总算可以了吧？男人说着，就把钱放在了桌子上。别跟我客气，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就算不得什么。好，公子真大方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这银钱我们就收着了。公子也累了吧？走，我带你去休息，等着我当家的跟我儿子回来，我过来喊你过去吃饭。胡适娘把男人带到她闺女住的房间，这是我闺女的房间，你就住在这里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一个男人怎么能住姑娘的房间？不行，我闺女早就出嫁了，1年也回不来一趟，你就算不住，这基本上也是用来放杂物的。没事儿啊，我们山里人不计较这些，就放心住着吧。那好吧。哎呦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去做饭了。好，我也走了1天了，也累了，就睡一会儿。胡适娘看他关上了房门，也开心的回到了灶房。秀儿一脸的不解，娘，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人住在家里呢？多危险啊！你知道什么呀？他可是个有钱人，你刚才没看到他手里那钱袋子吗？那里可是有不少钱，我瞧着那里面至少有大几10两银子呢。他是有钱，可是如果他是个坏人呢？住在这里就不安好心呢。毕竟什么都是他说的，我们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不可能，咱们家1穷2白，什么都没有，坏人来我们家做什么？咱们家有什么让人家惦记的？不过我可是惦记上他钱袋里的了。娘，你想做什么？秀儿不解地看着婆母。干活去，不该问的别问。秀儿心里不安，以前她不知道婆母的毒辣，从她对待胡适就能看得出来，婆母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天黑之前，胡适父子挑着从山上砍来的柴回来了，看到桌子上包的饺子。咱们啥家庭啊？这么吃多败家，我们忙活了1下午都不够这顿饭的。嗨，你们父子天天这么辛苦，吃点好的怎么啦？秀儿眼看就要生了，养孩子要花钱，这样吃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老天爷今天往我们家里送钱了，这顿饭你敞开了肚皮吃啊，不用心疼。你啥意思啊？你们父子俩跟我来一趟房间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娘，您刚才说的啥意思啊？老天爷怎么往咱家送钱了？你们没回来之前呢，有个男人迷路了，他是周家的亲戚，从山外来周家村准备参加周彪的婚事的，在山里迷路了，来到了咱们家，跟我打听周家村的位置，被我留在家里住下了。翻过我们后面的这座山就到了，
时间完全来得及。你留他住在家里做什么？因为他身上带了很多钱。你想要他的钱？是啊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过了以后可就不好遇到了。娘，您想怎么做？这还不容易，直接把他给宰了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商量完毕，3个人从房间里出来了。胡师娘去灶房，没看到儿媳妇秀儿，这饺子也没煮，秀儿去哪儿了呀？可能去房间了，我去看看。胡斐去了自己的屋子，秀儿正躺在床上。你怎么了？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有些心慌，来屋里躺一会儿。怎么会突然心慌呢？刚才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跳出来一只老鼠，吓了我一跳，我就自己回来躺会儿。那你现在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胡斐，娘和你跟爹说什么了？好，没说什么。娘在煮饺子，咱们去吃饺子。胡斐，咱们有孩子了，你可不能做坏事。我不想我孩子今后没爹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今后会越来越好，你别胡思乱想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放心吧。走，咱们去吃饺子。他们到的时候，那个陌生的男人已经坐在了桌子前了。哦，他是我儿子，这位是我儿媳妇儿。胡师娘端了一碗饺子放在黑脸男人的面前，不比山上外面的口味，尝尝合不合胃口。这分量太少了，我要那一整盘子。胡师娘伸手把自己男人面前的这盘饺子换给了那个黑脸男人。这饺子味道不错，比我吃过的都好吃。喜欢吃就好，还怕不合你们口味呢。这顿饭吃得很愉快，桌子上所有的饺子都被吃完了。吃饱了吗？没吃饱的话，还有糙米菜面饼子。胡师娘笑着说。黑脸男人擦擦嘴，吃饱了，多谢你们的款待。秀儿突然肚子绞痛，她皱着眉头，一脸的痛苦。我肚子疼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啊？胡师娘的话没说完，肚子也开始一阵绞痛。胡家父子也都面带痛苦之色。黑脸男人坐着不动，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中毒了？这饺子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是我下的毒。你们3个去屋里讨论怎么对付我的时候，我扔了一只老鼠，把你儿媳妇吓到了。她离开之后，我就把药下在了你们的汤碗里。我们真心待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想这样对你们，是胡氏让我这么做的。他偷了我的钱跑回来，却被你给扣留了。我这次过来就是拿回我的银钱，快说，钱都在哪里？告诉我，我给你们解药。你是胡氏私奔的男人？没错，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快点把钱拿出来，要不然你们一家子都得死。娘，赶紧告诉他，我不想死。埋在我房间的桌子底下了，你快给我解药。打开陶罐，看到里面只有一个钱袋子，拿出来一看，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个。拿出来数了一遍，竟然只有20两，其中还有自己的15两银子。黑脸男人咬牙切齿，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竟然只拿到这么点钱。胡氏那竟然敢骗他。他走出胡师娘的房间，看到外间的景象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刚刚还喊着肚子疼的人，此刻都躺在地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。你给我的是毒药。是呀，你现在是杀人犯，你害死了我们一家4口。你这女人为什么要害我？黑脸男人知道他被这个女人给阴了，愤怒的一把掐住她的脖子。胡氏被他掐得喘不过气儿。因为我想要你死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自由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躺在地上的这些人可都是你的亲人，你弟弟的孩子马上就出生了，你害死了5个人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我不怕，他们是你杀的，跟我没关系，要遭报应也是你遭报应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给杀了吗？我不怕，因为你会比我先死。胡氏咬着牙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手里的尖刀狠狠地插进了男人的胸口。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插在胸口的刀，掐着胡氏脖子的手渐渐失去了力气，大口的鲜血从他的口中喷了出来，热乎乎的鲜血直接喷在胡氏的脸上，掐着他脖子的手也松开了，整个人慢慢的失去了意识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胡氏看着地上躺着的5具尸体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他对着他爹娘胡斐还有弟妹，给他们一边磕头一边哭。爹娘，你们不要怪我，我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已经把害死你们的人给杀了，你们就不要怪我了。磕完头，胡氏抹掉脸上的眼泪，走到男人身边，从他身上找到那个钱袋子，然后把钱袋子收了起来。胡氏转身跑到了院子里，大声尖叫哭喊：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杀人了！住在附近周围的邻居听到杀人了，都从家里跑了出来。胡氏浑身是血的样子，着实把过来的村民也都给吓了一跳，都以为他也受伤了。我没事，我爹娘、弟弟、弟妹都被人给杀了。村民一听，赶紧跑到正房门口，看到里面凄惨的景象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胡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家大伯，也就是他父亲的大哥，也过来了。大伯，我害怕。没事，有大伯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我娘他们躺在了地上，突然从我娘的房间里钻出来一个男人，他上来就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想要掐死我，我就用随身带着的刀刺在了他的胸口，他一口鲜血喷在了我的身上，然后那个男人就
倒下去了。大伯，我爹娘还有我弟跟我弟妹都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们不是都去镇上了吗？他们都回来了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们是一起去的西门镇，回来的时候我惹他生气了，他就说我是从路边捡来的，说我丢他的脸，让我不要再回来了。我听到他说我是路边捡来的，心里很难过，就没有跟着我爹娘一起回来。我走在路上想了很多，我做了错事，让他们蒙羞，也让咱们胡家人蒙羞。我虽然不是我娘亲生的，可是他们把我养大的，养育之恩我还没报，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回来了。谁知道我一回到家里就看到了这样的事情。哎，你娘就是在说气话。你出生的时候是我去找的产婆来给你接生的，你怎么可能是捡来的呢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情还是乱说的呀。哎，你娘也是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胡说八道啊。胡氏整个人都懵了，眼泪吧嗒吧嗒流得更凶了。好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别哭了，今天晚上去我家住。哎，这里呀也没办法继续住人了。不，我哪也不去，我要在这里看着我爹娘。天太晚了，什么也做不了了。死了这么多人，需要经过官府的，里面的人也不能动，官府肯定是要调查的。好，我一切都听大伯的。胡氏虽然这样说，心里却十分的担忧。如果官府好好查的话，就能根据他男人查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曝光了。那他说不认识这个男人就是谎言。你跟我回家住一晚，这里也不能住了。不要人看着吗？我想在这里陪他们一晚。明日我早晨就要去报官，里面是现场，不能进去。你在这里看着，不害怕呀？跟我回去吧。胡氏跟着大伯、大伯母回到了家里，他身上都是血。大伯母给他找了一身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。胡氏清洗掉身上的血迹，然后就回房间睡觉了。躺在床上回想着大伯明日要去报官的事儿。大伯去报官，官府只要一介入，他被抓住的危险就会增加很多。但是他又不能不让大伯去报官，毕竟家里的人都死光了，他没有借口，能阻止真相的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午夜时分，所有人都进入梦乡。胡氏悄悄起身去了院子，他要把自己家的院子给烧了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全的保护自己的秘密，永远不会被发现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进去，径直走到了灶房。他从灶台上拿起火折子，冷漠地点燃了灶房的柴火堆，看着火苗一点点的燃烧起来，火势越来越大。他拿着燃烧起来的木头出了灶房的门，然后用燃烧的木柴先把木质窗户点燃，接着又把木质的门点燃。看着火燃烧起来，整个灶房已经彻底被点燃，火光冲上了屋顶，蔓延到了正房的屋顶茅草，迅速的燃烧起来。胡氏站在院子里，看着燃烧的熊熊大火，像是魔鬼的蛇信子，把所有的罪恶和肮脏全部吞噬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他要赶紧离开这儿，从今往后再也不回来了。转身跑到门口，看到大伯跟很多村民手里拿着水桶，扛着扫把，端着水盆来到大门口，看到胡氏从里面出来，都愣在原地。胡氏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发现这边失火了。胡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事实摆在面前，胡氏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跑进院子。村民们赶紧追了进来，就看到胡氏跑进了火海里，惨叫声一声接着一声，听得众人汗毛直竖。姜慈他们从张家回到周家村，一家人都十分的开心，不仅解决了胡氏母女这个难题，更开心的是治兵的手艺卖了10万两白银，李氏拿着姜慈给他的1万两的银票。天哪，这是1万两银票啊！这辈子都不敢想有一日我的手里能拿这么多的钱，我害怕。周成跟着周彪还有姜慈都在笑，钱多不好呀，您害怕什么？这么多钱在我手上，我晚上都不敢睡觉。我老了，可经不起这样的压力。今后阿慈你来管钱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只管享福就行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不可以？自从你来了咱们家以后，家庭和睦，日子也越过越好。没有你哪能赚到这么多钱？有你来掌家，没人会不服你。说完看向周彪，老大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，娘说的很对，我们周家能有今日，多亏了有你呀！你来掌家，我举双手赞同。你就别客气了，你有能力就应该替娘来分担。听到他们对自己的肯定，姜慈也不再客气。好，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，今后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第二日，周成跟周彪两兄弟一起去西门镇卖冰块，他们跟以往一样，刚到西门镇，冰块就被一扫而空。买完了需要的东西，两个人去了春满楼。昨日他们跟孙爷说好了的，今日他准备好剩下的银钱，让他们过来接他，把牛车停在门口。周彪不进去，在外面等着。周成一个人进了春满楼，就看到满脸笑容的徐掌柜迎了上来。我来找孙爷。我知道孙爷昨天晚上有事儿就离开了，临走前特意叮嘱我给你们带句话，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周成跟徐掌柜客气了一番后，
然后就出了春满楼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孙爷走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呢？周彪把牛车赶了起来。昨天晚上就走了，他那样的人事情多也正常，不用多想。咱们走吧。两人经过张家豆腐坊门口的时候，跟张秋云打了招呼。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过来？冰块不好卖吗？没有，去办了一点事情。刚才有人来我这里买豆腐，说昨天晚上山里发生了命案，一个女人烧死了全家，然后被人发现，然后这个女人也跳火里自杀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假的吧？我们没听说过。不可能是假的，我听好几个人都这么说的。在山里放火，那可是相当危险的。要是烧起来了，住在山里的人都危险。火扑灭了吗？啊，这个我不清楚。要是昨天晚上的事儿，那火肯定扑灭了，要不然早就烧起来了。我们不可能不知道。有没有听说过是哪个村寨呀？没有，我刚才也只顾着卖豆腐了，很多人叽叽喳喳的，我也没听很清楚。要是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么这么大的事儿，那都要惊动官府了呀，应该很快就能传出来。的确是，一家子都死光了，也真是惨呐。一家人能有多大的仇，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来啊？这个我好像知道一些，好像是这个女的一家4口被一个男人给杀了，然后女人回来看到男人杀了她一家人，她就趁着男人掐着她脖子的空档，用她随身带着的刀把男人给杀了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半夜这女人偷偷起来一把火，把整个院子都给烧了。被人发现后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跳进火里烧死了。你们说邪不邪呢？我觉得是不是有邪物上身了？要你这样说的话，那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女人。如果她是无辜的，也不会选择跳火自焚了。这种事真真假假听听就算了，我们回去了。离开了张家豆腐坊，两个人直接回了周家村。一进门，姜慈就迎了上来：“大哥，你们可回来了？出了什么事？胡氏一家出事了。”他能有什么事？他被娘家赶出去了？不是，他们一家都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周成跟周彪都愣住了。一家子都死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是真的，栓子家的婶子娘家就是胡家村的，她昨天正好在胡家村，晚上没有回来，今天直接来家里告诉我的。周彪跟周成同时想起了在西门镇时张秋云跟他们说的事儿。是不是烧死的呀？你们也知道了？这件事情在西门镇应该已经传开了，我们也是从张秋云的口中得知的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一家子就这样死了，太惨了。周成突然想起昨日他们看到的那个黑面男人，那个男人差点撞到他们的牛车，现在想想，那男人一直盯着的方向正是胡氏的方向。会不会是他私奔的男人找过来了，胡氏又跟他娘闹了矛盾，胡氏为了能摆脱那个男人，骗男人杀了他全家，然后他趁机会解决了那个男人。要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他家里的那个陌生的男人就能解释清楚了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所以胡氏才能那么轻易的杀了那个男人。婶子回来说，胡氏的大伯今日要去报官的，夜里胡氏就把院子给烧了，他是想毁灭证据。应该就是这样。不过为了摆脱这个男人，就要了他父母跟弟弟妹妹的命，有点说不通。胡氏跟他娘家人一样，最看重的就是钱财，能让胡氏起杀心的也只能是利益。胡氏跟他娘家可能有钱财上的纠葛，一切都是因果呀。你们今日没有去接孙爷吗？他昨天晚上有事儿离开了西门镇。昨日说好了，今日让我们过去接他的，怎么突然间就走了？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？应该不会。孙爷走之前让春满楼的徐掌柜给咱们带了一句话，说很快他就会回来的。徐掌柜，明日再去一趟春满楼吧。我觉得徐掌柜有问题。你怀疑徐掌柜？姜慈点点头。为什么？孙爷说今日会准备9万两的银票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没有人会不心动。他是客栈里的掌柜，他要是知道孙爷手里有9万两的银票，你说他会不会起坏心思？我没想那么多呀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那孙爷不是已经遭遇到不测了？我担心的也是这个。要不我跟阿成再去一趟春满楼？只要徐掌柜的有问题，总会露出马脚。哥，家里不能没有男人，你待在家里，我自己去。你自己去能行吗？我做事你尽管放心，我今晚不回来了，明日你去义庄送逼，我们在那里见面。不要正面起冲突，只要暗地里注意他就行，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。放心吧，怎么做我心里有数，我现在就去。饭菜已经做好了，吃了再去吧。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母亲，周成问。哎，怎么没看到娘呢？她人呢？娘去请厨子了。厨子不是早就定好了吗？定好的那个厨子家里父亲去世了，后天来不了，只能重找。娘去多久了？1个时辰应该有了，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娘走的时候让我不用担心，她去的地方很安全，跟胡家村在一个山窝窝里，翻过一座山就到了。我知道了，吃完饭我去迎她。吃完了饭，周成就走了。姜慈给了他2两银子，还给他拿了一件厚衣服。还是我娘子心疼我，我会平安回来的，你在家里不用为我担心。姜慈又嘱咐了他几句，周成就离开了。周彪也出去找李氏。婶婶，二叔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吗？是呀。那小宝今晚跟婶婶一起睡好不好？当然可以呀，今晚小宝跟婶婶睡。太好了，婶婶的床最舒服了。等你再长大一些，婶婶也给你做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一个跟婶婶家里一模一样的。好，一模一样的。什么一模一样的？姜慈看到婆母回来了，笑着说：小宝说我的床睡得舒服，我说等他再长大一些，给他也做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这是想跟你一起睡呢。您还真猜对了，厨子的事儿说好了。说好了，明天过来支锅台，开始准备。
备，这是做的菜需要用到的材料。明日你们去镇上买冰块，顺便把这上面需要的材料都买回来。说着，从身上拿出一个买菜的清单，姜慈看了一遍，给了周彪。这个人的手艺更好，比之前那个贵一些，一趟喜事要5两银子，比之前那个贵2两银子，这也太贵了。没有办法，这方圆10里就他们2个厨子，一个家里有事，这个你不用，就没有第3个可以选择了。娘，咱们这是喜事儿，5两银子，只要做出来的饭菜合胃口，没什么，主要是让大家吃得开心，这也是咱们的福气。阿慈说的对，阿彪你就不要在意多出来的2两银子了。说着话，李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看了一圈没有看到周成，问姜慈周成去哪儿了。姜慈直接跟他说了，那个孙爷可千万别出事，收了人家1万两银票，要是出事了，咱们这钱拿的也太亏得慌。或许是我想多了，孙爷真的是有事离开了几日，过几日就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保佑孙爷没事，能平安回来。李氏安静下来，想到今日听到的一件事情，说胡家村昨天晚上烧死了6个人的事儿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我就听人这么一说，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都说那闺女身上中邪了，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来。对了，这件事还是胡家村的，尸体都烧成黑炭了，幸亏那周围树木不多，不远处还有一个泉野，胡家村全村出动，才把那场大火给灭了，还烧伤了好几个人呢。我听了现在还头皮发麻，要是大火没有扑灭，过一个山头就是我们周家村，这个时候咱们周家村也不能幸免于难。大哥，你带小宝出去玩，我有事跟娘说。周彪明白了姜慈的意思，带着小宝出去了。你有啥事还要背着小宝？娘，您刚才说的是胡氏一家，那个放火的人是胡氏？不可能，胡氏虽然水性杨花，但他孝顺，以前经常让阿彪带他回娘家，他娘家可没少吃我们家里的野物。你是听谁说的？是栓子叔家的婶子来家里跟我说的，昨天晚上他正好在胡家村，要不然我也不相信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具体的原因谁也不知道。胡氏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就跳进了火里。李氏半晌没有说话，周成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听着茶馆里的人说话聊天，他这才知道燕国现在已经改了国名，变成了南国。南国现在的皇帝也姓周，传闻这位新帝骁衣干时，爱民如子，从谏如流，选贤任能。虽然上位只有1个月余，就已经做出了很多利于百姓的好政策，能出来一位好君主，能为百姓着想，不管这皇位是如何得来的，周成都会拥护。周成这一坐就坐了差不多半个时辰，一壶茶都喝完了。春满楼的徐掌柜还坐在那儿看书喝茶，喝了太多的茶水，周成腹部酸胀，他站起身准备出去小解，刚站起身就看到门口有一个小厮打扮的人匆匆忙忙的进了春满楼，直接走到柜台前。那小厮凑到他跟前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徐掌柜的这才放下手里的书，从坐的位置上站了起来。徐掌柜看起来很生气，嘴巴动了动，然后小厮就点头离开了。然后徐掌柜的就从柜台里走了出来，出了春满楼的门，朝着刚才小厮离开的方向走去了。周成顿时尿意全无，他用最快的速度出了茶楼，正四处张望着，徐掌柜从一个卖酒的铺子里走了出来。这个时候他手里多了一坛子的酒，然后不紧不慢进了一个巷子。周成为了不被他发现，没有直接跟上去，而是等他跟自己之间有了一段距离，他才跟上去。徐掌柜的一直都很悠闲，直到出了巷子，继续往西走，慢慢的远离了喧闹人多的西门镇，最后看着他进了背靠大山的官府大牢。要说徐掌柜的是来探监的吧，他只带了一坛子酒，要不是来探监的，那他带酒来大牢做什么？他也走了过去，还没到跟前，那守门的狱卒厉声道：你这人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来探监的。探监？周成走过去，拿出2两银子塞到那狱卒的手里。狱卒见这人还挺会来事儿的。你来看谁犯了什么罪？我看看姜老二犯了偷窃罪，关在这里有1个多月了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岳父。狱卒点点头。这个人我知道，在我们这里表现的也很好，干活也卖力气。你进去吧。有一个狱卒拦住了他。你是探监的？周成点点头。周成只能把刚才在外面说的话又重新的回答了一遍。为了能够成功的进去，他又掏出了2两银子给了这个狱卒。狱卒见到钱，脸上也有了笑容，就带着他去了关押犯人的牢房。可是进来之后，并没有看到徐掌柜的身影，却被狱卒直接带到了姜老二的牢房门口。姜老二，你家里人来探监了，快过来！一个瘦小的小老头从地上爬了起来。自从他进来之后，还没人来看过他，以为是家里人来了，跑到门旁一看，竟然是周成。怎么是你？过来看看你，在里面还习惯吧？你们只有半炷香的时间。狱卒说完就离开了。你不是来保我出去的吧？不是。那你过来做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就是路过，突然想起你还在这里，就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看你还不错，
过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过来气我的是不是？不是，真的是路过，顺便过来看看你需要点什么，下次过来给你带过来。真的？周成点点头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江子那死丫头恨不得我待在里面出不去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想跟你打听一个消息，咱们这是互利互惠的事儿，你要给我信息，我给你东西，你要不要，我只有半炷香的时间。你不会害我吧？你都这样了，我还害你做什么呀？没问题，不过我需要身干净的衣服，我还想吃肉，下次来的时候给我带这2样东西就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要是做不到，你这辈子没儿子。周成点点头。你问吧。周成的声音小了2个度。昨天下午到现在有没有犯人进来？昨天晚上是有一个犯人被送了进来。你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了吗？这里这么暗，根本看不清长相，我只是看到他走路的气势不像一个普通人，个头跟你差不多。今天也没有看到他出去干活。江老二形容的这个人跟孙爷很像。你知道他关在哪里吗？具体关在哪个牢房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都关在这里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清脆的响声从路的尽头传来。你们官商互相勾结，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信息。周彪心里一紧，这是孙爷的声音。孙爷没有离开，他被徐掌柜的藏到大牢里了。这个时候，徐掌柜的已经大踏步的走了过来。周成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主动跟他打招呼。徐掌柜，真的是你啊？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看看我岳父。你也是来探监的？徐掌柜的看了一眼铁栅栏旁边那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。他是你女婿？是啊。没想到这么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先走了，告辞。说完就离开了。走出监牢的时候，徐掌柜的问监牢里的狱卒：里面探监的那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来看他岳父的。徐掌柜的听狱卒也这样说，那周成并没有说谎，也就放了心。把人看好了，不能让任何人接触到他，明白吗？好。徐掌柜的走了之后，狱卒走了过来。半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该离开了。周成想要做的事儿已经达到目的，知道孙爷被关押在这儿，他现在也没有能力把人从这里弄出去。你答应下次来给我带的东西，别忘了，我等着你。我明日就过来，不用着急。说完跟狱卒走了。出去的路上，刚才徐掌柜也来探监，这里面的是他什么人呀？犯罪了吗？别人的事儿别打听，容易引火上身。周成笑笑，又从身上掏出银子。这点银子给您买酒喝，别嫌少啊。里面是他什么人不知道，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人，要不然也不能关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徐掌柜的跟我们监镇的关系很好，你最好不要打听。好，不打听。小兄弟，你今天晚上还当值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其他意思啊，就是想见见那个关押的犯人。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，我给你50两银子。那狱卒一听是50两银子，带你去见那个人没问题，但是我要60两。好，我今晚不当班，明日当班。你明日辰时过来，这里的犯人卯时出去干活，牢里没有人，这个时候进去最安全。事情谈成了，周成心里也有了底。张家人对周成这个时候来家里感到很意外，周成直接跟他们说明了来意。听到他要借60两银子，张父什么都没问，也没犹豫，直接拿了60两银子给了周成。周成对张父的信任表示感谢，并说明这些银钱会尽快还上。这事儿啊，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们家不缺这点钱，只是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跟我说。如果告诉张父自己假如遇到麻烦，他也能帮自己一把，他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但隐瞒了孙爷花10万两买制冰手艺的事。他只说那个人想买他们的制冰手艺。照你所说，春满楼的徐掌柜跟官府的监镇合伙把你的那位朋友弄到了监牢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猜测会不会是为了银钱呀？那个想买制冰的手艺的人是个富商，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身影。他住在徐掌柜的客栈里，会不会是因为发现了他的身份起了歪心思呀？咱们西门镇远离朝廷，又遇上改朝换代，官府贪赃枉法，知法犯法，跟人勾结搞钱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钱，那人恐怕是没命活着出来了。咱们跟官府抗衡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鸡蛋碰石头，几乎没有胜算呢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要是我不知道也罢了，现在我知道是这么个情况，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人算计丢掉性命啊。这件事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明日辰时我去监牢一趟，问清楚缘由，才能想解决的法子呀。如果午时我还没有回来，就说明我出事了。等我大哥明日到镇上来卖冰，告诉他我的情况，让他回去帮我安抚我娘子跟我娘，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，好好的生活。不会的，假如你没有回来，我会想办法。我说的是最坏的打算，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有意外。翌日，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？不用，人多了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放心等我的好消息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发觉不对劲儿就及时回来。周成点点头，然后大步离开了。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，周成去铺子给姜老二买了一身衣服，又去买了一只烤鸡，最后还买了4个大肉包子，直接去了官府大牢。门外站岗的还是昨天那个狱卒。周成拎着东西径直走了进去。你又来了？昨日没给岳父带东西，他说没衣服换，也想吃肉了，让我今儿个给他送过来。你这儿姑爷可真好，
可惜你来早了，他们都出去干活了，你应该下午送过来。我知道，昨日我跟里面的狱卒说好了，把东西给他，等我岳父回来了再把这些东西给他。你早上还没吃饭的吧？这2个给你。那你进去吧。周成很顺利就进入了官府大牢，见到正在等着他的那个狱卒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，我都等你有一会儿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周成把那包银子给了他，那人掂了掂沉甸甸的钱袋子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直接收了起来。周成把衣服跟烧鸡也给了他，这个是我买给姜老二的，等他下工回来，你帮我给他。没问题。然后又拿过来一身狱卒的衣服，给，把这衣服换上，穿这个进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周成很快就换好了衣服，进了监牢的门。我在大门口给你放风，你快去快回，时间越短，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少。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帮你，你不要害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狱卒点点头，跟他一起下了监狱。他跟着那狱卒一直来到监牢的尽头，在一个牢房门前停了下来。你找的人就在这里。牢房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。孙爷，坐在那里的人抬起头来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周成看了一眼旁边的狱卒，狱卒明白，你们有话快说，我去给你们放风。说完就走了。孙爷的嘴角有血，脸都是肿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对他用了刑的。孙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伙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昨儿我卖完了冰，去春满楼找您，徐掌柜说您头天晚上有事离开了，我当时没多想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娘子说不对劲儿，你要是跟我们说好的，不可能走这么急啊。她担心您出事，就让我过来盯着徐掌柜。我昨日下午看他带着酒坛子来了这里，所以我花钱买通了狱卒，知道你是在那天晚上被关进来的，我怀疑是你，所以趁着白天这里的囚犯出去干活，进来确定一下是不是您。小伙子，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孙爷，咱长话短说，徐掌柜为什么要把您关在这里啊？我要如何救您出去啊？那徐掌柜的跟官府相勾结，想要我孙家的令牌，有了我孙家的这块令牌，就能控制我整个孙家的产业。他们狼子野心，我当然不会把令牌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害死了我的2个随从，把我关到了这里。昨天徐掌柜拿着酒坛子过来，就是想说服我把令牌交出来，说他会放了我。我知道他们会在得到令牌的第一时间要了我的命，他们一天得不到令牌，我就是安全的。你想要救我，就要去一趟锦州城，去找那里的知府宋冉大人，他是我的至交好友。这是我的玉佩，你拿着，他看到了自然会过来救我。孙爷从身上扯下玉佩给了周成，周成伸手接过。好，你要好好保住身子，这2个肉包子给您，我去锦州城找宋冉大人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你这次如果能帮了我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孙爷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我救您并不是为了让您报答我，我不能久留，现在就要离开，您要保重好身体，我走了。好，你快走吧。您保重。周成说完就离开了。周成跑到狱卒跟前，你可回来了，紧张死我了，快点出去吧。俩人刚想走，突然听到上面有说话的声音。这牢房的门怎么是开着的？可能是忘记关了。这么重要的地方能忘记关了？快进去看看。完了，听着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是我们监斩老爷，怎么办？这里这么昏暗，不靠近看是看不清脸的。你这么紧张会露馅的，正常点没事儿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你低头，不要抬头，跟我走。狱卒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往门口走去。周成跟在他身后，监镇的身边跟着一个狱卒，看到下面还有2个人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监牢里的骚味儿太难闻了，我们下来通通风，趁着人都出去了，打扫一下，要不然每次进来闻到这味道，脑子疼。你们继续打扫吧。说完，从周成的身边经过，走出2步远，然后又停了下来。这完蛋了，肯定要被发现了。他在心里做了准备，如果让自己抬头，那他会在第一时间送这个监镇老爷上西天。跟周成一样紧张的狱卒吓得脸都白了。监镇老爷转过身来，看向周成，把头抬起来。空气死一样的安静，周成的心脏好像马上就要从心口跳出来。他正想动手，就听到里面发出一声惨叫。此时的监牢里只有孙爷一个人，那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。怎么回事？周成没有抬头。刚才打扫的时候，看到他靠着墙坐着一动不动。跟我过去看看。说完转身就走。周成跟那狱卒互相看了一眼，只能跟着。跟在牢房门口时，只见里面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快把门打开！那狱卒赶紧拿出钥匙打开了门，监镇第一时间走了进去。快看看他怎么了！周成第一时间上前查看，地上的孙爷又从地上坐了起来，看到是周成，眼底也闪过一丝紧张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你们做什么？周成见他好好的，也明白了，他刚才发出的声音是为了吸引监镇的注意，让他安全的出去。你不要费功夫了，
回去吧。我们有话要说，你们去外边。周成站起来，跟着其他2个人都退到了牢房门口。活还没干完呢，这里也用不了那么多人，我去打扫。好，你去吧，这里有我们就够了。然后又看向另一个狱卒，你觉得呢？这里啊，确实要不了那么多人，你去吧。周成便离开了。他走到门口，拿起笤帚，把门口简单的打扫了一下，然后出了监牢。你们不用担心，如果他人出不来了，我会想办法。我要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们对官府的大牢那里不熟悉，我过去看看。我跟您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好吧，那咱们就一起过去看看。 3个人走到门口，啊，你们看，那是周大哥，他回来了。姜慈第一个跑了过去，果然看到周成那熟悉的高大身影。他一直紧绷着的心，在看到周成的刹那，顿时轻松下来，随即小跑着迎了上去。周成也一眼看到了姜慈，他的嘴角勾了起来。阿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大牢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孙爷？周成点点头，回去再说吧。姜慈跟着周成，2个人来到张家豆腐坊的门口。走，回家说话。你去监牢看到那个人了吗？他就是我要找的人，今天也很危险。我在监牢里还没出来，监制就去了监牢，我们还遇到了。要不是孙爷弄出动静帮我解围，我今日就跟监制面对面了。周成把去监牢的惊险一幕说了一遍，听得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同时也在为他庆幸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要不是孙爷弄出动静，把监镇的注意力吸引过去，周成就露馅了。你说的孙爷是不是叫孙坚？是叫孙坚，您知道他？要是他的话，那就能解释了。孙坚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但是他的名字在商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的财富富可敌国，全国都有他的店铺生意，做的生意很多，涉猎很广。这么个厉害的人物，跑到我们这个小乡镇，难道专门就是为了你的制兵手艺来的？不是，他之前说过，好像是经过这里看到我们卖兵，才想要买我们制兵的手艺的。坊间有他很多的传闻。多年前战乱，他在逃难的过程中丢失了一个他最爱的女儿，听说他一直都在寻找。都说商人为富不仁，但是这个孙坚的名声很好，做过很多的好事，坊间他还有孙大善人的称号。这个人咱们得救。我没去过锦州城，不知道距离咱们这儿有多远，不行的话要几日能到啊？锦州城我去过，那里很繁华，距离这里差不多有200公里，步行的话最少也得4日，来回10日左右。我以前去锦州城的时候是骑马过去的，一个来回用了4日。哎，你会骑马吗？我家里有马，你可以骑马过去。我小时候父亲教我骑过马，后来他被抓壮丁，连同家里的马也给带走了。那就骑着马去。锦州城在正东，你沿着我家门口的这条路往东一直走，看到雄伟的城楼，那便是锦州城了。要不是小女后日就要出嫁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我自己可以，只是我这一去就不能参加他们的大婚了呀。那个不重要，救人最重要。你这是第1次出远门，路上要小心啊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在家里也要好好的，别让我担心。我知道，不要太累，天黑了要住客栈，不要夜晚赶路。这里有20两银子，你拿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周成伸手接过。我知道了，你跟大哥早点回去。然后看向大哥，哥，阿慈跟娘在家里，要你多照顾了。这个不用你操心，快走吧。周成扬鞭打马，马儿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。阿慈，你跟周大哥的感情真好，真让人羡慕啊！不过你不用担心啊，周大哥那么厉害的人，只是去一趟锦州，很快就能回来的。姜慈有些不好意思，跟张家父母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跟着大哥周彪回去了。哇，祖母好香啊，我想吃一块。太热了，你拿不了，等凉凉再吃。周小宝乖乖地坐在一边，看着祖母忙碌，情绪稳定地说好，感觉温度差不多了，从里面拿出来一个，吃吧，现在不热了。周小宝吃到好吃的，喜笑。真好吃。祖母，婶婶和爹还有二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祖母也不知道。小宝想他们了吗？我想让他们赶快回来吃饼。我们家小宝真乖，等祖母的饼子都做完了，他们应该就能回来了。李氏心里也在想，他们能够早点回来，自己能够早点知道周成的情况。周小宝站在灶房外面，看着大门口。祖母，你都做完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走，跟祖母去门口瞧瞧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他牵着小宝的手来到大门口，祖孙2个都看向村口，村口空荡荡的。祖母，他们还没回来。李氏笑笑，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了下来。咱们坐在这里等着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周小宝点点头，乖巧的跟祖母一起坐在了石墩子上。2人刚刚坐下，周小宝就站了起来。祖母，你看，婶婶和阿爹回来了。李氏也看到了，看到人回来，李氏也放心了。咦，怎么只有阿爹和婶婶，二叔没有一起回来吗？李氏心里咯噔
一下，站了起来，仔细一看，牛车上只有2个人，他也等不及他们过来了，直接迎了过去。阿慈，阿成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牛车在李氏跟前停了下来。娘，您别担心，阿成没事儿，他有事要出一趟远门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西门镇，他出远门做什么？回家我仔细跟您说，您别着急。阿成有重要的事要做，回家再说。见他们都这样说了，李氏提着的心才稍稍的放下。姜慈也担心，但是为了婆母能安心，他也只能故作轻松的安慰婆母。周彪也附和他的话，让李氏安心了不少。只可惜阿成他不能回来参加你大婚了。阿成他有更重要的事，没什么可惜的。娘，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不需要放在心上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我今天做的糙米饼子现在还热乎着呢，我去给你们拿。说着站起身就去了灶房。婶婶，祖母做的糙米饼子可好吃了，跟以前的不一样，可香可香了，我都吃了2块呢。是吗？那待会儿婶婶也要吃2块。婶婶是大人，要吃3块。好好好，婶婶吃3块。周彪坐在另一边，看着儿子跟弟妹和谐的像一对亲母子，周彪嘴角也忍不住勾了起来。李氏把所有的糙米饼子从灶房里拿了过来，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。今日的糙米饼子我放了野菜、糙米、细面、盐，用猪油在锅里炕出来的，外焦里嫩，味道特别好。小宝都吃了2个，你们也尝尝。好吃。娘，你这糙米饼子不仅卖相好，口味也好，都能拿到镇子上去卖了。李氏被他夸得开心，见儿子周彪坐在一边傻呵呵的笑。你别光坐着了，快吃啊！周彪伸手接过，吃了起来。怎么样？我的想法跟弟妹一样，去镇子上卖，一定会有很多人买的。等以后啊，咱们搬出大山，我就租一间门面，专门做糙米饼子卖。我觉得可以，到时候我帮你。明日家里会很忙，你还要去镇子上卖冰吗？不影响，我明日不卖冰，去义庄送冰。今日不是已经送过了吗？后日我大婚就没时间送了，天这么热，义庄是不能缺冰的，明日必须去一趟啊。姜慈走了过来，娘，大哥说的对，明日我留在家里，大哥能做的我也能做。好吧，明日去镇上买些盐回来，我怕不够用。周彪答应了。周小宝知道今晚二叔不回来，洗完澡就爬上了床。婶婶，天都黑了，别忙了，快来睡觉吧。姜慈关上房门，然后上了床。婶婶，真香，好喜欢你。那小宝喜欢婶婶什么呀？姜慈能感受到小宝对他的依恋。婶婶什么我都喜欢，有婶婶在小宝身边，小宝就很开心，心里很踏实。婶婶，你也喜欢小宝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婶婶也很喜欢小宝的。那婶婶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还会喜欢小宝吗？那当然，婶婶永远都喜欢小宝。我今天跟祖母去后山挖野菜，听见一个小伙伴偷偷跟我说，后娘不喜欢我，因为他的后娘就不喜欢他，还经常骂他，不给他吃饱。我害怕我后娘也会这样对我，有婶婶爱我，我就不怕了。姜慈听了小宝的话语，有些心疼。只有5岁的孩子，正是什么都不懂、无忧无虑的年纪，竟然想这么多。他这么依赖自己，是他没有安全感。你这么乖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。你未来的母亲是一位很好的人，等你见了她，你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周小宝抬头对上姜慈的目光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小宝什么都不用怕，有我们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嘿嘿，婶婶真好。周成来到马圈跟前，他一眼就看到那只棕色的马儿。马圈里有不少的马，唯独这只马儿最耀眼。他来到草料旁，爬上了草垛子，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正好能看到他的那匹马，然后就躺了下来，看着头顶的星星，吹着夜晚的微风，想到了姜慈。如果明天顺利的话，他在午时应该就能到达锦州城，3日应该就可以回到西门镇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，到了子夜时分，他才有了困意。正当他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草垛子下面传来2个男人的声音：别担心，大通铺里的人都睡着了，我用了迷药，他们醒不过来。客栈守夜的已经被我买通了，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那马匹一进客栈的时候，我就看上了他那发达的四肢、光亮的毛色，还有那一双跟铜铃一样的眼睛，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千里马，最少也200两银子。我知道一个人专门收这样的好马，要是被他看上了，那500两都没问题。那人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人也是最近才过来的，运气好的话能在马市遇到他。这么神秘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快把那匹马找到。在那里。周成看到2个黑影小心翼翼地走到马圈旁，其中一个指着马圈里的马，确实是这匹。里面的那个人解开了拴着马的绳子，牵着马
马走出了马圈。快走，这里还有好几匹呢。哎呀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那人不要也卖不上什么钱，这1匹的钱够咱们快活几个月的了。快走吧！3更半夜不睡觉，过来偷马？谁在说话？2个偷马贼朝周围看了一圈，没看到人，吓得站在一边。周成从草垛子上跳了下来。你别装鬼吓人，小爷我不怕，识相的回去睡你的觉，要不然别怪我们兄弟俩要了你的命。周成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脚步一步步的来到距离他们2、3米的地方。你手里牵着的是我的马，你们现在把我的马送回马圈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要是一意孤行，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没听过贼不走空吗？这匹马既然是我们看上了，就一定要带走。虽然这匹马是你的，你也不要不自量力，最后不仅马没保住，小命也要搭上，不划算。遇到我们自认倒霉吧。我数到3，把马给我送回马圈。1、2，你找死！说完，对面的2个人立刻从身上拔出2把明晃晃的刀，一左一右就朝着周成砍了过去。周成很轻松地躲过了，没有砍到人。2个偷马贼很生气，又朝他砍了过来。月光下，周成躲闪自如，好几个回合，那2个偷马贼没占到一点便宜。2个偷马贼此时的心里也清楚，面前的这个男人不简单，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哪怕他们是2个人，也占不到他的便宜。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自己。马虽然好，但是小命儿更重要。其中一个偷马贼对另一个小声说：“咱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撤吧，咱们走。”说完，撒腿就跑了。周成不想多事，他明日还有正事要做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还是少惹事为好。他走到马儿跟前，牵着缰绳，把他赶到马圈里。夜晚又重新恢复了安静。周成再次爬上了草垛子，然后闭眼睡了一觉。锦州城的城门高大，很有气派。有不少的官兵排成排站在一边，城门口有很多人，男女老少，一边是出城门的，一边是进城门的。出城门的有不少人，但是进城门的就比较少了。进城门和出城门的人都在排队，而且官兵查的也很认真。周成也下了马，牵着缰绳排队，就听到身边的人在议论：上次我来的时候，城门口只有看路引的官兵，怎么今日这么多官兵站在这里？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听说呀，是前朝余孽傅国兴不死，来了锦州城，这几日都在排查，不仅这里严，城里也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，怎么这么多的官兵呢？听说这2日抓了不少人，只要有嫌疑就给抓起来。排查的时候千万别紧张，被当成嫌疑人抓起来就麻烦了。那被抓了不是太冤枉了吗？哎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只能自认倒霉，自求多福了。没等多久，就轮到他了。他先递上了录影，官兵看完了录影，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把他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又叫来2个人。你是从西门镇过来的？周成点点头。你来锦州城做什么？我来锦州城走会朋友。你的朋友是谁？锦州知府宋冉，宋大人。你说你是宋大人的朋友，有什么可以证明？周成没想到他们会排查的这么严，自己跟宋冉根本就不认识，哪里来的证据啊？他这一犹豫，官兵的脸色就更严肃了。把人抓起来！等等，我有样东西能证明，你们先松开我。你先松开他。周成从身上拿出孙爷给他的那个玉佩。我有这个可以证明，宋大人只要看到这个，你们就知道抓错人了。那个官兵从他手里拿过那个玉佩，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对身边的那个官兵说：“你把这个拿去给宋大人看看。”那个官兵拿着玉佩走了。周成被带到城墙边上，差不多能有1炷香的功夫，拿他玉佩的那个官兵回来了。他直接到了另一个官兵跟前，在他耳边说了什么。那个官兵朝这边走了过来，来到周成跟前。锦州城最近不太平，为了城里百姓的安全，所以排查的行为严厉了一些，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。我能理解。你现在没事吧？宋大人现在公务繁忙，没有时间亲自过来接你，让我带你过去。你要是忙的话，我自己可以过去的。还是我们送你过去吧。那官兵把他送到了知府门口，对门口的小厮说：“这位是宋大人的客人啊，宋大人让我在这里等着贵客。”周成跟着那个小厮去见宋大人，小厮把他带到会客厅，给他倒了杯茶水，请您稍等一会儿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一盏茶没有喝完，就听到爽朗的笑声从外面传了进来。孙兄，小弟来迟了。周成放下茶盏，站了起来，就看到从门外走进来一位身材中等、身形消瘦、留着胡子的男人。你是？周成对着宋然施了一礼。宋大人，是宋坚，孙爷他出事了，让我拿着玉佩来找您。他说您是他的至交好友，只有您才能救他。他出了什么事了？宋冉说完，走到正位上坐了下来。小兄弟，你也坐，慢慢跟我说来。孙爷现在在西门镇，他被西门镇的镇监和人勾结，
姐为了得到孙爷的孙家令牌，被他们关在了西门镇的官府大牢。一个监镇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，简直目无王法，胡作非为。跟监镇勾结的人是何人？你可知道？他是西门镇春满楼的掌柜，姓徐，叫什么不清楚。孙爷就是住在他的春满楼客栈里，才被他算计的。一个镇子上的客栈掌柜能知道孙坚？既然知道孙坚是什么人，还敢觊觎他的孙家令牌？一只小蚂蚁想要吞一头大象，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胃口，吞不下去。这个叫徐掌柜的跟你们镇上的监镇有大问题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那徐掌柜看起来人畜无害，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样子，任谁都想不到他能跟监镇勾结，做出这样的事来呀！我怀疑他们身后是不是还有更厉害的人呢？你说的不错，他们没有这样的胃口。南国刚刚建国，还有很多前朝的余孽没有清除干净。这些人为了逃避朝廷的追杀，都跑到了一些偏远的地区，隐姓埋名隐藏了下来，暗地里招兵买马，复辟之心不死。他们想要复辟，就需要大量的银钱，那孙坚就是最好的金库。近几日锦州城也发生了有人在背地里偷偷的招兵买马，这几日整个锦州城都在严查。他想到昨天夜里偷马贼说的那些话，觉得这也是一个线索。昨天晚上我在清风楼客栈住宿的时候，半夜有2个偷马贼去偷我的马。我听到那2个偷马贼的谈话，说是最近来了一个专门收购优质马的人，价钱给的也非常高。他不经常现身，但马贩子都会等他，只要他出现，就会把所有的马全都买走。你可知道那个马市在哪里？马市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想知道也不难。哦，你说。清风楼客栈的守门跟那2个马贩子有勾结，只要找到那个守门的，应该就能知道马市所在了。你的这个消息对我很重要，我现在就派人过去调查。那孙爷的事儿，孙爷暂时不会有事，你一路辛苦，先去休息。只能点头同意了。小厮带着他来到休息的客房。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我让厨房给您做点吃的端过来。不用客气，我身上有带来的干粮，还没吃完呢。啊，厨房已经在做了。您是宋大人的客人，不需要这么客气。您还需要做什么，也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您去办。如果不麻烦的话，帮我喂喂马吧。哦，您的马现在正在吃草料。多谢。客房也很简陋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凳子。不一会儿，饭菜就端过来了。这是我们府里的家常便饭，宋大人吃的也是这些啊，已经很好了。小厮见他满意，就退了出去。周家村，哎呀，我们周家村最有福气的就是您了。阿慈善良孝顺又能干，家庭和睦。自从他来了你们家，瞧这日子一日胜过一日。老大现在又娶亲，亲家的条件还好，人家姑娘也愿意嫁到山里来。我们都羡慕不来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谦虚。我们家阿慈确实是十里八村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，尽心尽力的为了我们这个家好，把我当成亲娘，把小宝当成自己亲儿子对待，还能干，不怕苦。老大的这门亲事，要不是阿慈，也不见得能成。阿慈是老天爷派来我们家的福星。娘，我做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？您把我当成亲闺女对待，每天做好吃的给我吃，我需要什么都给我买，家务活也不让我伸手，能嫁到周家是我的福气。瞧瞧瞧瞧，你们婆媳还互相夸上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我也想要一个阿慈这样的儿媳妇儿，你说要向何方磕头才能有这样的福气呀？这福气可不是磕头就能有的，是人家上辈子修来的。嘿，你们明日可是有口福了，这么多的野味儿，饭都不用吃了，光肉就能吃饱了。我呀，做了这么多年的厨子，办了这么多年的酒席，能舍得办得这么丰盛的，也只有你们一家啊。哥，你拿着陶罐做什么？啊，闲着也没事，我看家里消食也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去找点回来。家里的消食还够用几天的，不用着急。明日是你大婚，还是在家里歇着吧。我待不住啊，反正家里也没事，我出去转转，心情更好。那你自己进山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会注意的，我走了。姜慈看着处理出来的2大木盆的肉，对婆母说：“娘，把这些肉放在冰窖里吧，我担心会坏掉。”厨子不是说没事吗？天太热了，明天要是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放冰窖里保鲜，不容易变质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把这些肉放进冰窖里，还能防止老鼠过来偷食。我跟你一起弄。周小宝看着被厨子处理出来香喷喷的各种肉，不断的咽着口水。小宝想吃吗？婶婶，我可以吃吗？这是咱们家的东西，当然可以吃了。你想吃什么肉？这不是明日办喜事用的吗？办喜事也不缺你这口，这么多肉呢，够吃的。嘿，我想吃鸡。李氏拿出一只卤好的鸡出来，坐在这里吃吧。天快要黑了，
周彪才回来，带去的长口陶罐里装着1罐子的硝石，怎么这么多？我在一个山洞里发现的，里面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啊！今后不用到处去找了，那里的硝石够咱们用很久了。锦州城在知府的客房里，倚靠在床头的周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坐了起来，他的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子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是做了一场噩梦，他再也待不住了，走了出去。这个时候，小厮也小跑着过来了，把您的东西带齐了，宋大人让我过来带您过去。去哪里啊？您去了就知道了。小厮没有再多言，脚步快速的在前面带路。周成跟着小厮来到大门口，月光下，门口集结了很多士兵，宋大人也坐在马上。宋大人，您这是？跟我去西门镇上马。他也没有继续多问，直接翻身上马，驾！马儿如箭一般飞了出去，周成随后跟上。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到达了西门镇。兵分两，一路把春满楼包围起来，一路把官府包围起来。徐掌柜的是在睡梦中被人从被窝里直接抓了起来的，另外一路直接敲开官府大门。你们监镇在哪里？我们监镇还在睡觉。带路。你们跟我来。他走在前面，突然几个官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你们谁呀？哪儿的呀？我是锦州城知府宋冉，不想死的快点让开。周成跟宋冉还有几个官兵跟着小厮来到监镇的房间门口。这里就是。把门打开。宋冉的话音刚落，身后跑过来2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直接冲到门前，一人一脚，直接把房门踹倒在地。不知死活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影响本老爷休息。你们是谁？想要造反吗？快来人，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！他的声音很大，却没有一个人过来，心里还在想着怎么回事。宋冉一个手势，他身边的官兵冲进了房间，直接把还光着脚的监镇给控制住了。你们是谁？知道这样对我的后果吗？宋冉走进了房间，在正位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范泽，你不认得我这身官服，你也不认得吗？还是说装疯卖傻？刚才太昏了，我没看清楚，原来是知府大人，小的有眼无珠，还请大人莫要怪罪。范泽，你作为一镇的监镇，跟前朝余孽互相勾结，暗地里替他们招兵买马，谋反之罪是要诛九族的。你想过这样的后果吗？这么隐秘的事情，他怎会知道？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小人冤枉，小人每日兢兢业业，以心为国效力，从来没有谋反之心，更没有跟前朝余孽互相勾结，请知府大人明鉴，莫要冤枉了小人。那你把孙坚关在大牢里，要他交出孙家令牌，意欲何为？范泽顿时愣在当场。孙坚的事儿只有他跟徐掌柜知道，徐掌柜不可能自己说出去的。范成是你的弟弟吧？他在马市帮你买马被我抓了，他交代了你所有的事情，你不用再狡辩了。大人，我也是被逼的，他们控制我的一家老小，若是我不听话，他们就会杀了我的家人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除了听他们的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跟他们同流合污。看在我是被逼的份上，给我一条生路吧。说完头磕在地上，空空直响。想要我帮你也不是不可以。大人，只要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受连累，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出指使你的幕后之人是谁，你的消息越是有用，你就可以戴罪立功。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不会因为你而受到连累。胁迫我的那个人就是春满楼的徐掌柜。这个答案出乎意料，一个春满楼的掌柜能控制一个镇的监镇。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？知道。是谁？他是前朝的三皇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宋冉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当真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前朝皇帝、太子、其余皇子悉数被杀，最后清理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三皇子不在其中。周成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反转，徐掌柜的竟然是前朝的三皇子。他怀疑他不像是个买卖人，想破脑袋也不敢往他是皇子身上想。抓住了三皇子，拥护他的那些前朝余孽就再也翻不出浪花了，新王朝就能彻底安定下来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。而宋冉宋大人为新朝廷扫除了障碍，立了大功，皇帝一定会给他加官进爵。周成跟着宋大人一起去了官府大牢，把孙坚从牢里救了出来。三皇子为了能够尽快得到孙坚的孙家令牌，对他进行了各种折磨。孙坚身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伤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说完便昏了过去。他们把孙坚送到了官府衙门，找来了郎中。经过郎中的诊断，确定孙坚没有生命危险，需要静养的回答后，宋冉也就放了心。周成留在这里看护孙坚，宋冉要去审讯三皇子。宋大人，您去忙您的事儿，孙爷有我在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让他尽快好起来的。小伙子，好样的，我会记住你的。孙坚我就交给你了。说完就离开了。周成在孙坚的床边坐了下来，看着闭着眼
眼睛还在呼呼大睡的孙爷，周成的心也彻底安静下来。一阵阵喜庆的百鸟朝凤的唢呐声钻进了他的耳朵。今日是大哥大婚的日子，这唢呐声不用想也知道是张家豆腐坊传出来的。张家豆腐坊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张秋云一身红色嫁衣，头上的凤冠以凤凰点缀，娇嫩的脸上略施粉黛。丈母看着自己在手心娇养长大的闺女马上就要离开她，成为别人的新娘，再也不能时时刻刻看到她了，心里难受，鼻子发酸，热泪盈在眼眶里。娘的小棉袄长大了就要飞走了。娘，女儿一直都是你的小棉袄，永远都不会飞走的。您跟爹给我陪嫁了一套院子，今后我们搬到这里来住，依旧可以天天见面。娘知道，可是娘的心里呀，就是舍不得你。你这人真是的，大喜的日子哭什么？咱闺女说的对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以后他们一家搬到镇子上来住，江家之间的距离也就几百米，天天都能见到面，还有很多年都见不到一面的，你应该知足了。哎，你这样说呀，我现在的心里呀好受多了。嘿，接亲的时辰快到了，你们好好准备准备，不要耽误了吉时。我出门去看看。张父说着出了房门。周彪的迎亲队伍此刻已经到了西门镇，他一身大红色的袍子，长发束冠，红色的丝带垂落在肩上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跟迎亲的轿子都是花钱租来的。哎，这不是卖冰块的那个小伙子吗？今日这身打扮像是换了一个人，我差点都没认出来啊！确实是哈，哎，你不说我差点没认出来，张家小姐当街求亲的人原来就是他呀！哎呦，这样的小伙子谁会不喜欢呢？周彪走在前面，听着人群的议论声，嘴角勾起了微笑。张家这边也听到了唢呐声，张秋云的心里很激动。娘，是我相公来了吗？听着动静啊，应该快到家门口了。娘，您快去瞧瞧，人到哪里了？你这丫头就不能稳重一点，毛毛躁躁的，成何体统？娘，这里又没什么旁人，我要那么稳重干什么？快去帮我看看。好好好，我去给你瞧瞧。说完起身走了出来。张晨文跑了过来，娘，爹在门口等您呢，妹夫的接亲队伍已经到了，咱们一块过去迎接。好好好，咱们走。张父在门口等他们。张母到了以后，张父跟他一起出了院子的大门去迎接女婿。张晨文作为大舅子也跟着上前一起迎接。周彪的迎亲队伍已经在张家大门口停下了，张家父母迎了上来。周彪弯腰行了一礼，媒人递上进门的聘礼，这叫开门礼。张父接过礼品递给张晨文，然后引他们一起进门。张秋云看到周彪很高兴，正想上前叫他周大哥，就见后面跟进来很多人，想到他娘叫他表现得稳重一些，忍住上前的冲动，对着周彪微微俯身行了一礼。周彪看到张秋云那张略施粉黛就美得不像话的一张脸，竟然怔住了。哎呦，你瞧瞧，新郎啊都被新娘给迷住了，咱们秋云今天呢就像天女下凡。张秋云也被周彪看得红了脸。哎呦，我们家的姑爷呀也一表人才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哎，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吃完饭秋云就该去上花轿了。大家簇拥着新郎新娘一起去吃饭。吃完了饭，张秋云回到了闺房，周彪出去准备。娘，女儿舍不得你。你这孩子刚才还来劝我说以后你来镇上住，咱们娘俩天天见面的，开心点儿。今儿个是你大婚的日子，你越开心，今后的日子就越顺。娘，我想抱抱您。说完伸开了双臂，张母也高兴地伸手把她搂在了怀里。我闺女以后的日子一定会一帆风顺的，婆母喜爱，妯娌和睦，夫妻恩爱，平安喜乐到老。一定会的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张秋云松开了手。到了婆家不能跟家里一样，要学勤快一些，要尊重长辈，孝敬公婆，跟妯娌和睦相处，把周彪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，多替你相公着想，他们家就不会亏待你。娘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还有，如果受了委屈，要回来跟我们说，爹娘还有你哥哥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张秋云的眼泪刚刚憋回去，又被母亲的话说得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时辰到了，该上花轿了。张母把红盖头拿了过来，盖在张秋云的头上，搀扶着她的手，为她带路。吉时已到，该上花轿了。张秋云跟着母亲走出了她的闺房，来到花轿跟前。张秋云坐进了轿子，周彪拜别了张家人，然后离开了张家。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，往周家村走去。张秋云坐在花轿里，摇摇晃晃的，很是自在。才出西门镇没多久，他就在花轿里睡着了。周彪掀开轿帘叫他，张秋云才从睡梦中清醒过来。
过来。到家了，娘子请下轿。他把手放在周彪的手掌心，门口放着一个火盆，在媒人的提醒下，周彪牵着张秋云跨过火盆，寓意驱邪避祟，把路上沾染的邪气晦气全部留在火盆中，以后的生活红红火火，人丁兴旺，一辈子都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进了家门，去正厅开始拜堂环节。父亲失踪，有族里的一位大伯代替父亲，李氏坐在另一边，媒人在一侧高喊：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两人跟着媒人的节奏完成了拜堂仪式。最后张秋云被送入洞房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张秋云并没有觉得不自在，而是心里充满了好奇。她偷偷地掀开盖头的一角，把整个房间看了一遍。新房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崭新的，款式也都是她没有见过的新款式。娘，小宝呢？他不是跟你在一块的吗？我让他回来吃饭，他没回来吗？我没看到他。坐在桌子上的人也都说周小宝没来吃饭。没事，我出去找找，肯定是跟别的孩子出去玩了。说完就出去了。出了门，在院子里看了一圈，院子里到处都是人，也看到好多孩子。他朝那些孩子走了过去。你们看到小宝了吗？有好几个孩子摇头，都说没看到。有一个孩子指着新娘子房间的方向，他好像去那边了。姜慈就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，然后他就看到有个小小的身影趴在新房的门，偷偷的往里张望。婶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叫你去祖母那儿吃饭吗？你怎么自己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想看看我爹的新娘子。那你为什么不进去？我不敢。婶婶带你过去好不好？啊，婶婶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看她戴着红盖头，我看不到她的脸。看不到脸没关系，我带你去跟她打声招呼。走，婶婶带你过去。周小宝内心忐忑的跟着姜慈来到新房门口，新房的门开着，能看到新娘子安静的坐在床沿上。阿慈，姜慈牵着小宝的手走了进来。张秋云的目光落在这个跟周彪有8分像的孩子身上，确切的说比周彪还要好看。孩子有些腼腆的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审视。他在周小宝面前蹲了下来。你就是周小宝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看到你我就知道啦。他以后就是你娘亲了，跟娘亲打声招呼吧。周小宝对姜慈的第一印象很好，但是他对娘亲这个词很陌生。突然开口叫这2个字，他张了张嘴，到底还是没有叫出声。小宝跟你还不熟，他不好意思。时间长，你们彼此了解了，你就知道这孩子有多好了。我明白，他对我也不了解，张不开口是正常的。日后呢，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会学着做一名合格的母亲，让他从心底里接受我。姜慈最喜欢的就是张秋云的性格，爽快大方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用别人猜测他说话的真假。我相信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秋云的肚子叽里咕噜的叫了2声，饿了吧？我去前面给你弄点吃的过来。来之前在家里吃了一点点，是有点饿了。小宝，你在这里陪陪娘亲，婶婶去拿吃的，很快就回来。姜慈走出了新房。小宝，走，跟我去那边坐坐好不好？周小宝点点头，也伸出了手。张秋云见他这么配合，很高兴。他坐在床沿边，周小宝站在他面前。张秋云从脖子上取下他从小戴到大的平安锁，这个呢是能辟邪挡灾的平安锁，它跟了我16年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，保佑你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，健康长大。小宝虽然只有5岁，但比同龄的孩子早熟。张秋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。这个年轻漂亮的新娘把她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自己。也给我了，那谁来保护你啊？张秋云没想到周小宝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姜慈没有骗他，这孩子确实懂事乖巧，招人喜欢。那以后你来保护娘亲好不好？可是我还是小孩子，没能力保护我。没事，等你长大了再来保护我，你愿意吗？周小宝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小宝真乖，来，娘亲把平安锁给你戴上。张秋云说着就把平安锁戴在了小宝的脖子上。真好看，小宝喜欢吗？周小宝对这个新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对她也没有之前那么陌生了。婶婶跟自己说过，这个新娘是个很好的人，婶婶果然没有骗她。等姜慈端着一碗吃的过来时，周小宝跑了过来，把她戴在脖子上的平安锁给姜慈看。婶婶，你看。
是你的娘亲，怎么可以叫姐姐呢？辈分差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小宝，你为啥不叫她娘亲呢？一提起娘亲，我就会想到那个来我们家里闹事的胡氏，我喊不出来。姜慈没想到是这个原因，想到胡氏的悲惨下场，姜慈的心情也沉重了下去。他们没让小宝知道胡氏已经死了的事儿，你心里是不是想他？没有，就是提起娘亲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讨厌他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姜慈能理解小宝，胡氏再坏也是小宝的母亲，虽然没有养育过他，但是毕竟是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是有血缘关系的。姜慈吃完饭从灶房里出来，看到大哥走路有些飘了，给他泡了一壶茶。他坐着喝茶醒酒，送完最后一桌客人，已经到了申时。外面的事有我跟阿慈，你进屋吧，新娘已经等你多时了。李氏催促他入洞房，周边有些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天还早呢。不早啦，你娘子在等你呢，去吧。周彪推门进了洞房，看到他的娘子坐在床边，周彪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了一个弧度。张秋云盖着红盖头，虽然什么都看不到，但他知道周彪来了。周彪走到他跟前停了下来，拿起桌子上的洗衬挑起了红盖头。张秋云脸色绯红，都不好意思跟他对视，一副娇羞小女人的模样，这跟平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周彪被他娇羞的模样吸引，越看张秋云心里越喜欢。他走到桌子边，倒了2杯酒，端着走了过来。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咱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喝了合卺酒，周彪弯腰把他打横抱起。娘子，洞房花烛夜，莫要辜负了这美好的良辰美景啊！都挺相公的。张秋云伸手揽住他的脖子，脸滚烫的像是要着了火似的。西门镇官府，孙爷整整睡了1天，到申时才清醒过来。周成见他醒了过来，周成把已经熬好的药端了进去。孙爷靠在床头，脸色比之前红润了不少。孙爷，把药喝了吧，是我亲自在门口熬的，很安全。孙爷伸手接过，一口气喝了个干净。是你救了我的命，要我怎么报答你呢？只要不让我摘天上的星星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只要你没事就好，我不需要您的任何报答。现在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，这个承诺永远有用。把你这次去锦州城找宋冉的事儿说给我听听。周成仔仔细细的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，孙爷听了十分的震惊。你说徐掌柜是前朝的三皇子？周成点点头。他隐藏的够深的。随即笑容重新爬到了脸上。周成能抓住三皇子，你可立下了大功，朝廷一定会重赏你的。我不需要，能跟我家人住在一起，过着平凡的日子就已经知足了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你就没想过要建功立业？没有，我爹在我10岁出头的时候就被抓去做了壮丁，10多年都过去了，前朝灭亡，新朝建立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他的一封家书，至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我的任务是守护我家人的安全，让他们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辱，这是我活着的目标。你爹被抓走做了壮丁，他没有写信回来，你们也没有去找过他吗？我们一直都在打听，问了跟他一起被抓去做壮丁的叔叔，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现在都改朝换代了，他如果还活着，应该已经回来了，就算不能回来，也会给家里来封书信。现在都没回来，多数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周成的父亲都已经参军10多年了，这么久都没有消息，人不在了，几率是非常大的。你的父亲叫什么？我认识的人多，能帮你打听打听。我爹叫周大牛。只有这么一个名字吗？他就叫周大牛，小名大牛。好，我记住了，等我回去，我一定帮你打听到他的消息。多谢孙爷。睡了1天了，我想起来走走，你陪我走走吧。好。我没事的，不用扶着我，走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周成跟着他出了房间，外面的天看着很快就要黑了，月亮已经早早的挂在天幕中。他们没有走远，出了门之后，沿着连廊慢慢的走着。你为了这件事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家里人一定很担心吧？要不你明日回家吧？你在这里，我也不放心。宋大人跟我说让我照顾好您，我怎么好回去呢？要不你带我去你家里吧，你们答应我教我制冰手艺的。我也有这个想法，但我担心宋大人回来找不到我们。可以跟他留在这里的士兵说一声，我说不说都无所谓。他要收拾三皇子下面那些逆贼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明日咱们一起回去。孙坚点头说好。翌日天刚蒙蒙亮，周彪就醒了，看着张秋云那张娇美的小脸，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了微笑。张秋云醒了过来，对上周彪的目光，张秋云嘴角弯了起来。是不是要起来给伯母敬茶了？娘子，时候还早呢，继续睡吧，到时候我叫你。张秋云听他这样说，伸手搂他的腰。相公，你也别起，再睡会儿。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们都没穿衣服。天已大亮，夫妻2人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真没事？
没事，我年轻有精力，不用为我担心。说着便下了床，腿软的差点没站稳。周彪没忍住，被他给逗笑了。张秋云见他笑自己，也跟着笑了。我是没站稳，相公，天都这么亮了，会耽误了敬茶吧？没关系，敬茶不过是一道程序罢了，只要不超过辰时都没关系。我去打水，进来洗漱。周彪说着便出去了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心想。不要胡思乱想，马上就要给婆母敬茶了，打扮得大方得体才行。他换了一身红色的新衣服。这个时候，周彪打了一盆水过来，放在洗脸的架子上。张秋云站在他面前转了一圈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快洗漱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张秋云的心里很高兴，很快乐的去洗漱了。张秋云洗漱完，然后俩人一起出了房间，俩人一起去了正厅，给李氏敬了茶。李氏拿了一对金镯子戴在了张秋云的手腕上。张秋云很是惊讶，他没想到婆母会给他一对金镯子啊！娘，这太贵重了。娘，您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们山里人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对山外的事情了解的不多。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你不嫌弃嫁进来，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你是位好姑娘，我们不能亏待你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姑娘家喜欢什么，是阿慈给我出的主意，说打一副金镯子，你肯定喜欢。这件事也没告诉阿彪，是阿慈亲自让人定做的，在这个日子送给你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们的心意就没白费。喜欢。娘，阿慈，你们太让我感动了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们全家都喜欢你，你值得我们这样对你。姜慈的话把张秋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，上前拉着她的手。阿慈，你真好，我娘家赔了我不少嫁妆，家里要是没钱了，都拿出来用。不需要，家里每日都进账，不缺银钱，以后家里的吃穿用度都用家用里的钱，你的嫁妆都是你的。张秋云没想到会是这样，这跟她嫁进来之前的想法不一样。你以后也要参与进来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干活，努力赚钱，把日子过好，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好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姜慈不在家，周小宝就跟着张秋云。张秋云不像娘亲，她更像是一个大姐姐，她跟自己玩弹弓打鸟，俩人比赛，看谁能把天上的鸟儿打下来。满院子都是小宝快乐的笑声。李氏听着小宝的笑声，比他吃蜂蜜都甜。张秋云不像是一个母亲，更像是一个玩伴。冰块卖完了，姜慈打算去张家。大哥，咱们走吧。你听说了没？昨天晚上春晚楼客栈官府出事了，被官兵给抄了。什么？还有这样的事儿？官府都被抄了？监镇都被抓起来了？那肯定是出了大事儿了，快去瞧瞧。都跟你说了，那是昨天晚上的事，你现在去能干什么呀？走吧。姜慈跟周彪互相看了一眼，阿成回来了。周彪点头表示同意。走，去我岳父家里看看，二弟应该还在他那里。周彪赶着牛车来到张家豆腐坊，今日站在这里卖豆腐的是张晨文。哎呦，你们是不是太拼了？今儿个可是你新婚第一天，怎么就来镇上卖冰块了？你怎么知道我今日卖冰了？有人推着冰块从我家门口过去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马车在路边停了下来，姜慈跟周彪也都从牛车上下来了。我二弟回来了吧？昨天晚上把我爹的马送回来了。你们不用担心他，他很好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还立了大功呢。以后你们周家要飞黄腾达了。刚才我听到有人议论说，昨天晚上官府前围了好多官兵，官府的监镇都被抓起来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不仅是监镇被抓了，就连春满楼的那个徐掌柜也被抓了。是不是查出来什么了？说出来怪吓人的，那个徐掌柜的来头可比监镇大多了。你快说吧，别在这里卖关子了。听说那徐掌柜是前朝的三皇子。姜慈跟周彪听了都震惊不已，前朝的三皇子怎么会在西门镇这样的小地方开客栈？这件事儿说来话长，这里也不是说那件事的地方。我娘在家里，回家让她给你们说吧。我二弟不在这里吗？哦，他不在，他现在人在官府照顾那个叫孙爷的人。昨天晚上是他把我爹的马给送过来的。家里就先不去了，我们先去官府找他。也行，你们说去找他的话，官府门口的人肯定也能让你进去。姜慈跟周彪两人都上了牛车。对了，等会儿你们记得来家里吃饭呀。不用麻烦了，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回来呢。说完就走了，两人赶着牛车来到官府门口。姜慈下了牛车，就往那门口站岗的官兵跟前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2日官府不办案？我们不是来报案的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人也不行。我是来找周成的，跟孙爷在一起的那个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相公。好吧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帮你把人从里面叫出来。那名官兵直接来到了周成他们住的地方，跟他说了门口有个说是他娘子的女人来找他。周成知道是姜慈来了。孙爷，我出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得当面跟他说一声感谢。说完跟着周成一起出了官府。周成跟孙爷还没出门，姜慈跟周彪就看到他们了，于是迎了上去。阿成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这些天让你跟家里人担心了。
咱们又见面了。孙爷，您看起来精气神不错呀。这都是周成的功劳啊！走进里面去说话。姜慈看了眼守在门口的2位官兵，14几人，没关系。姜慈跟着他们进了官府，从周成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全部经过。姜慈只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，知道孙爷想跟着他们去周家村，一边休养一边看他们治兵，顺便把手艺学会了。姜慈跟周彪都赞同，周成也能回家，不用一直在这里照顾他。早上的时候，周成就已经跟这里的管事说好了，管事同意孙爷跟他回家休养去。如果宋大人回来了，直接去张家豆腐坊通知一声，他们就会回来。回去的路上，周彪跟周成坐在车头，姜慈跟孙爷坐在牛车上，一边看着山里的风景，一边聊着天。姜慈伸手挡住刺眼的阳光，手腕上那个银色的镯子便露了出来。孙爷看到姜慈的手腕上那个银色的镯子，姜慈跟孙爷说话，孙爷好像也没听到，他的目光怔怔地看着姜慈手腕的方向。孙爷，您看什么呢？听到姜慈的话，孙爷这才从他的思绪中回过神来。你手上的镯子很有特点，市面上很少见，是定做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你娘？你说这是你娘给你的？是呀。能拿下来给我看看吗？可以啊。说着就把镯子拿下来递给了孙爷。孙爷手有些颤抖的接过他递过来的镯子，看起来很激动。孙爷，您的手在抖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有些激动。孙爷把那镯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越看手颤抖的越是厉害，然后颤颤巍巍的把镯子翻了过来。当他看到里面刻字的时候，一颗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一个镯子而已，怎么还哭了呢？孙爷，您没事吧？你是说这个镯子是你母亲的？从我记事开始，这镯子就一直戴在我母亲的手腕上。您见过这样的镯子吗？你娘是叫孙蝶衣？姜慈点点头。你娘现在可好？能带我去见见她吗？不仅是姜慈，就连周成跟赶车的周彪都好奇地转过头来。我娘，她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什么？不在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孙爷老泪纵横，差点说不出话来。姜慈心里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。孙爷，您认识我娘？如果你娘就是孙蝶衣，这个镯子也是你娘的，那她就是我在很多年前丢失掉的那个孩子。这个消息又把周彪跟周成震惊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我对娘的了解并不多，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后来她不在了。我从祖母跟大伯母的聊天中得知，我娘是我爹从外面捡回来的。刚捡回来的时候，她不说话，家里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。后来在家里待了半年，熟悉了之后，她才开口说话。然后祖母就撮合他们在一起了。我娘的后脖颈有一块蝴蝶样的青色胎记，有手指肚那么大，我亲眼见过的。没错了，他就是我丢失多年的孩子，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脖颈处那个胎记而取的名字。您别难过了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我娘知道您来找她，她在天上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当年是我太大意了，才把他弄丢了，他一定还在怪我。孩子，能跟我说说你娘是怎么死的吗？我娘是被我堂姐给害死的。她把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的跟孙坚说了一遍。孙爷气愤的攥紧了拳头。她死得好，这么坏的女人，老天都在收她。只是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想去看看你娘的坟墓。外祖父，我娘的坟墓已经过了，回头的话还要走1个多时辰才能到。她的坟墓在山上，还要爬山。您现在的身体情况恐怕做不了这些，要不等您身体康复了，我带你去好不好？好，我听你的。他把手里的镯子给了姜慈。好孩子，没想到我们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相认。这一切都是天意呀！3天之后，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。这几日，他也知道了治病的法子，并且知道了这是姜慈发明出来的。震惊之余，更多的还是欣慰。有这么聪明的外孙女，也是他的骄傲。这么聪明的人留在大山里，他的才气就被埋没了。他年纪大了，肯定不能让自己辛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孙家帝国，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崩塌。而现在看到了希望，无论是自己的外孙女还是外孙女婿，他们的人品、聪明才智都是他一直寻找。这天吃了晚饭，孙坚把姜慈跟周成叫到自己跟前。祖父，您怎么这么严肃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阿慈、周成，我想让你们答应我一件事。祖父，您说，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。孙爷伸开手，他的手心里藏着一块雕刻精美的青铜方形牌，正中间刻着一个孙字。这是什么？周成看到这块青铜牌，脸色也严肃起来，心里想着，这莫不就是孙家的令牌？但是想想不可能啊，如果孙家令牌在他身上，早应该在徐掌柜的手里了。
这就是我们孙家令牌，我要把孙家令牌交给你。姜慈听到孙家令牌的时候已经很震惊了，又听到要把令牌交给他，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连忙摆手：“这怎么可以啊？我不能要！”祖父，你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传给舅舅呀。孙坚叹了口气，把孙家的情况跟他们说了。孙家的产业太大了，家里的那些人没有能力，我不想让不相干又没有能力的人得到我辛苦一辈子的产业。要是没有遇到你们，我也会寻找有能力的人来接手我留下的产业。你们是我的亲人，你身上流淌着我孙家的血脉，给你最合适不过了。姜慈没有想到，他这么大的产业竟然没有一个继承人，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竟然砸在了自己的头上。他要是成了孙家的继承人，那他这辈子也值了。只是他有心却没胆，他并不懂得做生意，而且还是这么大的摊子，要是在自己手里塌了，怎么对得起外祖父的信任？祖父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做生意的经验，我怕自己担不起您对我的这份信任。你行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一个人是什么心性脾气，我只要接触就能够看清楚。没有经验没关系，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，跟我身边，保证用不了2年，所有的东西都能学会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除非你跟周成不愿意帮我，看着我们孙家落入外人的手里，那样就算我死了都不能瞑目啊！你是我的外孙女儿，周成是我的外孙女婿，你们必须要帮我。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姜慈却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他看向周成，周成感受到一个老人因为没有继承人的焦虑，他相信姜慈有这个能力。祖父既然这么相信我们，你就答应吧。你这么聪明，我相信孙家在你手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姜慈都没有这样的信心，周成是不是太高看他了？你看，不只是我这么想，你是我孙家的血脉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姜慈看着手里的孙家令牌，这个青铜令牌一面刻着孙字，背后是一个令字，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，更是一份巨大的责任。他抬头对上外祖父那期待的目光，跟周成那肯定的目光，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，那自己就试试。如果跟您走，我想把家里人都带出去。那是自然，我有很多房产，你们跟去了皇城，房子随便挑。这件事儿还要问问娘跟大哥和大嫂，得要他们同意了才行啊。姜慈觉得周成说的对，虽然他是好心，但是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周成跟姜慈和李氏说了这件事儿，李氏听了很震惊，震惊之后便是高兴。这是好事啊，我都听你们的，我们一家人不分开，你们去哪里，我要跟着去哪里。现在大哥成亲了，秋云的娘家在这里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着我们一起走。这么好的事情，他们不会拒绝的。我们家最想离开大山的就是阿彪，不过这件事等他们回来，还是要问问他们。今天是3日回门的日子，周小宝在这3天里已经跟张秋云混熟了，他非常喜欢这个像姐姐一样的娘亲。张秋云也非常喜欢周小宝，决定回门带着周小宝一起回去。他的决定让周家所有人都很惊讶，回门带继子回去还从来没听说过。李氏跟姜慈劝他不要带孩子回去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我才不在乎呢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呗，只要别让我听到了。要是让我听到了，我直接把他们嘴撕了。娘，阿慈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个人最不在乎的就是别人的想法，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的。你不在乎，你父母能不在乎吗？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，那别人也只能说我是大度，对待继子像亲生儿子一样。你们也别劝我了，我一定要带小宝回去，他是我儿子，我让他见外祖母、外祖父还有大舅舅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李氏跟周彪都很感动，张秋云是真的把周小宝当成自己的孩子了，也就由他了。一家3口赶着牛车，姜慈把上回借张家的60两银子给了周彪，让他帮忙还给张家父母，另外还给张秋云40两银子，到西门镇买一些礼品回去。张秋云已经知道了周家的情况，周家的当家人是姜慈，家里的一切吃穿用度都从姜慈手里支出，张秋云没有任何意见。阿慈真好，给咱们40两银子买东西。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呐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跟他相处，他不会让你吃亏的。